曹家大院里，大少爷光满的两位姨太太同时临盆。三秋别哭，哎，姨这护着你呢，啊，咬咬牙，咱得把儿子生下来。大姨太三秋性格木讷，即便到了难产的境地，也不肯发出一丝声音。而反观二姨太小鱼儿，则是恨不得嚷得整个大院人尽皆知。两人已经连续生了几个时辰，可始终没有孩子的动静。露头了，鬼才信你呢！两位姨太太生得辛苦，而正房少奶奶却守在大堂里沉默地抽着烟。她虽是正室，但因为多年无所出，风头也被两位姨太太抢了个尽。不一会儿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，产婆便急忙出来道喜称小鱼儿生了一个女儿。可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，而小鱼儿自己也是满脸的失望，甚至不顾身体虚弱，当场痛哭起来。大少爷见状，忙在一旁安慰：母女平安才是最要紧的。要紧有什么用啊？作为姨太太，后半生唯一的指望就是生儿子分家产，可如今她却只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虽然大少爷一直说着两人还会再生，但小鱼儿十分清楚自己的前途怕是已经到头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个小门童捧着瓦罐，蹑手蹑脚地钻了进来，眼瞅着就要进到里屋，一旁的丫鬟赶忙将人拦了下来，慌张地询问是不是老爷有事要交代。原来这个小门童是曹老爷身边的人，名叫耳朵。耳朵告诉丫鬟，曹老爷命他来取一样大补之物。而里屋的小鱼儿在听到耳朵的话后，便叫他拿着瓦罐跟自己来。不一会儿，耳朵便提着满满当当的瓦罐返回了曹老爷的身边。曹老爷接过瓦罐倒进了锅中，直到这一刻，耳朵才看清自己拿来的到底是什么。那是只有刚生产完的女人才能提供的大补之物。小鱼儿没问你要这东西干什么？二姨太疼得都快昏过去了，没顾得上问我。屋内的腥臭让耳朵几度要吐，但曹老爷却异常兴奋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大补二字。耳朵本想转身去外面透气，没成想却突然被曹老爷叫了回来。三秋呢，还有一个吧？耳朵没想到这一个竟无法满足曹老爷，只得又鬼鬼祟祟地往三秋的房中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三秋仍旧深陷难产的困境。在一连生了几个时辰后，三秋因为虚脱昏了过去。情况紧急，产婆只能想尽办法先把人弄醒。三秋难产，虚脱后昏了过去。为了保住两人的性命，产婆只得不停地扇着耳光：醒醒，快醒醒啊！不一会儿，三秋就恢复了意识，随即两腿间的疼痛也席卷而来。门外的大少爷光满见状，便大声鼓励道：咱得把儿子生下来。喊三秋，你喊两声。三秋天生性格木讷，不喜张扬，就算难产也还是咬紧了牙一声不吭。终于孩子顺利降生，可惜的是费了这么大劲儿也只生了一个女儿。小厮见状，连忙来到正房给曹老爷报喜。而曹老爷沉思片刻后，只是淡淡地说道：今天去镇上打听打听，谁家死了人了？今天咱家大吉呀，老爷！大少爷院里的两位姨太太双双都……你懂什么呀？云来雨至，福来祸随，生死相依。咱家生了活的，就得有人家走了死的。曹老爷多年不管家事，只专心研究养生之术，人更是有时清醒，又有时糊涂，所以下人们都把其当作摆设。不一会儿，光满亲自前来报喜，只是刚一进门，光满便闻到了屋内的腥臭，随后看到曹老爷锅中的汤后，便试探性地问道：您真的吃了？原来就在刚刚，光满得知曹老爷命人取了自己两房姨太太身上的东西，所以特意前来兴师问罪。曹老爷听后当即大怒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甚至还把耳朵叫来当面对质。耳朵自是明白曹老爷的心思，只摇头说自己没拿，老爷更是毫不知情。大少爷自讨没趣，草草地应付了几句就想告退，谁知还不等走出正房，便听见曹老爷在身后喊道：你比你爹有能耐。一日之时，两人临盆，能干。曹老爷的话中明显有深意，
按照产婆的说法，光满的2位姨太太都是足月生产，当初自然也是同时受孕，但很明显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，而这也就意味着光满的2位姨太太中肯定有一人不老实。但在光满看来，父亲就是因为没有孙子才不高兴，于是便赌气回道自己一定会给曹家添丁。添谁的丁？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三秋和小鱼生的都是你的吗？当然是我的了。曹老爷的话在光满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。平日里他忙着外出收账，确实对后院疏于管理，但家中的事儿也有大少奶奶管理帮衬，按理说出不了什么岔子。光满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转头便板板正正地坐在了曹老爷的面前，一本正经地分析着。就算那几个小蹄子有所作祟，也瞒不过眉心，一问便知啊。要是他自个儿不正呢？大少奶奶眉心成亲后一直无所出，光满这才又娶了2位姨太太进门。平日里3人共处也算是和谐，加上三秋和小鱼儿相继有孕，渐渐的光满对眉心也就不怎么关注。可要说眉心会背叛自己，光满还是有些不信。待他还想细问时，曹老爷却闭口不谈。深夜，大少爷还因白天的对话难以入睡，一转头却瞧见眉心只穿了一件单衣，进门二话不说就跪在了地上。深夜，女人褪去外衣，跪在地上恳求丈夫责罚自己。我没能为你看好家，求爷责罚我。你爹把话说到那份上了，我还尊什么体统？看着眉心隐忍而又委屈的样子，光满的心中既是怜惜又是羞愧，连忙将人扶了起来，好声好气地安慰着。而眉心耍起了性子，毫不领情，不管不顾地哭诉着自己的委屈。眉心称自己虽多年无所出，但好歹也是辛苦当家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却还要背上不忠的名声，背上骂名也就算了，可2位姨太太实在是有苦难言。三秋小鱼是生了女儿，可是也不能这么作践他们。或许是太久没有感受过男人的温柔，眉心越发的不依不饶，甚至还吵着要给曹老爷请罪。光满耐心耗尽，便将眉心的手绑上，准备亲自送去。眉心本想着自己是撒娇任性，没想到对方竟来真的，连忙收了脾气，轻声细语的赔不是。您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可是我敢发誓，三秋小鱼儿对爷是忠贞不二的。那你自己呢？爷是个明白人，您说我还有不忠的本钱吗？大少爷精疲力尽，便不再追究眉心的过错，转而自己去大堂中歇息。眉心见状，连忙披了衣裳追出去，又是好一阵道歉撒娇，这才把这件事糊弄了过去。等冷静下来后，光满才想起自己院中的事儿，为何曹老爷会如此清楚，定是院里有曹老爷的耳目。于是便又将耳朵叫来，敲打了一番。耳朵被不明所以的训斥了一顿，虽心中委屈，但奈何人微言轻，只能悻悻地回到曹老爷身边伺候。正当他整理摆架时，却突然听到曹老爷问太太的情况。曹家大院的太太是个只知道吃斋念佛的痴人，加上曹老爷多年不曾跟他同房，所以很少有人去触眉头提起他。耳朵也不知太太的近况，只敷衍着说还是老样子。曹老爷听后也不再多问，转头让耳朵把架上的一只小盒拿到跟前。有了白天的经验，耳朵便不敢大意，小心翼翼地开了一条缝，但里面的东西还是让他出了一身冷汗。只见盒中一只蜈蚣正扭动着身子。阿明啊，去给我逮一只壁虎来。壁虎跟蜈蚣放在一块叫龙凤呈祥，熬成了汤，送给太太，让她补补身子。耳朵不明白为何曹老爷会突然关心起太太，但他并没有深问，只是连声答应，天一亮就去找壁虎。家庭二奎正跟丫鬟青妹儿一起躺在床上抽大烟，而这一幕恰好被爬屋顶的小厮撞见，并且转头就告诉了曹老爷。隔天一早，丫鬟便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面前其貌不扬的小厮收了自己。你把我给要了吧，我的身子是你的，你想怎么就怎么。看着眼前大好的春光，小厮非但不心动，反而惊慌失措地逃走了。看着小厮离去的背影，丫鬟只能躺在地上痛哭不止。在这座上下百口的曹家大院里，竟没有一个人敢将他收进房中，
而理由无一例外都是害怕丫鬟的死罪波及到自己。原来在曹家大院中有一条不成文规矩，那就是无论主子奴才一律不许抽大烟。平日里曹老爷对抽大烟的人可谓是恨之入骨，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出在自己府上，曹老爷这才命小厮每晚上房查看。而小厮在意外看到青妹儿和二奎犯戒后，自是不敢隐瞒，连忙赶回去上报曹老爷。曹老爷听后笑嘻嘻地鼓励道：接着上，接着看。可有一条你别忘了，看完了甭管多晚，记住了，老爷在这儿等你呢。在这座深宅大院里，曹老爷需要一个眼线来掌握所有人的动态，而这个名叫耳朵的小厮就是最好的人选。这院子里只要有什么事儿，不是瞒着老的就是瞒着小的，看以后谁还能瞒得住我。有了耳朵的告密，隔天一早，二奎便被五花大绑押在了庭院里。曹老爷的脸上充满了杀意，见只有二奎独自一人跪在地上，便向管家投去询问的目光。管家见状连忙解释道：耳朵只认出了二奎，并没有看清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。二奎听后也强装着镇定辩解，跟自己在一起的女人就是镇外的一个无名村妇。可还不等二奎说完，管家又立马反驳道：守门的家丁一直没上报过有生人进出，而这也就意味着二奎在说谎。曹老爷当即大怒，转头责问二奎那个女人到底是谁。她真是镇上东街的一个婊子。你玩婊子玩到我曹府来了！见二奎仍不肯说实话，曹老爷怒吼着让家丁把二奎拖回后院乱棍打死，随后又将耳朵拽到了一旁，询问那个女人究竟是哪个院里的。耳朵从未见过曹老爷如此严肃的样子，不由得吓得浑身颤抖，哆嗦着说出那个女人其实是太太屋里的丫鬟青妹儿。听到是太太的人，曹老爷瞬间消了脾气，草草地将耳朵打发走了。耳朵刚一出门，迎头就撞见了青妹儿。青妹儿谎称太太有事要吩咐，便将耳朵往屋里领。谁知来到屋里后，耳朵并没有见到太太的身影，反倒是青妹儿将门反锁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求耳朵收了自己。耳朵这才明白自己怕是要被当作冤大头，于是拼命地逃离了房间，还一边跑一边大喊：与此同时，二奎遭受了几轮毒打后，还是不肯把青妹儿供出来。大少爷光满原本在一旁亲自监刑，谁知门房上的小厮突然急匆匆地跑进来称柳镇的翁家已经到了，让光满赶忙出去迎接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翁家与曹家三小姐光庭定了亲。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光满连忙让人把二奎拖下去，又换上一副笑脸迎客。翁家人上门提亲，却始终不见光庭，于是便问人去了哪儿。光满只说光庭最近受了风寒，正在休养。可实际上光庭所患之病并非风寒，而是撞了邪。几天前，光满的大姨太轻身子时被光庭撞了个正着，女人的喊叫声回荡在曹家大院的每个角落。光庭满是好奇，便躲在门外偷看。大姨太，您可得忍着点啊！三秋痛苦的样子给光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，并且让他对结婚生子充满了恐惧。回到房间后，光庭便突然高烧不退，浑身无力，即便请了镇上有名的柳神仙开了安神药，也还是不见效果。曹老爷担心幼女，便命小厮耳朵前去探望。谁知刚一进门，就被光庭扑倒骑在了身下。哎呀，小姐，规矩乱了。什么规矩啊？哎呀，我就是规矩。哎呀，你怎么老吓我？你快下来，不然我完蛋了。完什么蛋啊？被女人压在下面不吉利。原本该躺在床上养病的光庭，竟活蹦乱跳，一点没有病态，这让耳朵震惊之余，也逐渐放下心来。两人自小一起长大，虽名义上是主仆，但感情上早已亲如姐弟。光庭病后，耳朵也是很担心。如今见人没事便也不再多问。光庭闹了一会儿，自觉没趣，并起身问道：不吉利的说法从哪儿来？日后娶了媳妇儿，男人再也翻不了身了。
耳朵将这话当了真，面上也难掩怒气。光庭见状便一翻身让耳朵骑回来，两人打闹了一会儿，耳朵便起了身，转而严肃地说道：最近家里出了事儿，二奎跟青妹儿抽大烟被老爷抓着了，晚上要当着全府人的面处置两人。光庭大病初愈，本就没有精神，一听说是这样的惨事，也不愿去看。耳朵见状也没有强留，只是转身回去给曹老爷复命。而此时的曹老爷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。太太得知了青妹儿的事后，便亲自出面求情，直说青妹儿是从10岁开始就跟在他身边伺候，若是把人处死了，自己以后的生活怕是也没了保障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太太都希望好歹能留人一条性命。跟二奎通奸，抽大烟，青妹儿都看见了。曹老爷的话让太太知道此事怕是没有转圜的余地，便想转身离开。可曹老爷似乎并没有想就此翻篇。自从太太入了斋堂不理世事，两人见面的次数少之又少。今天难得有机会坐在一起，曹老爷倒是十分希望能跟太太好好叙旧。只是太太求情刚刚被拒，心中本就愤懑，所以连正眼都不屑于瞧曹老爷一眼。这让曹老爷到嘴边的话又变成了冷言冷语。这败家的罪名我是推不掉的，可是你帮我洗清了这个罪名，也给了我顶绿帽子。太太出身官宦之家，其父亲更是官至3品。当年曹家败落，太太仍旧义无反顾地下嫁给了曹老爷，并且在娘家的鼎力相助下，曹家才创现了辉煌的基业。但好景不长，曹老爷竟意外发现太太私通的秘密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便十分微妙。曹家的家道兴旺了，我曹如其的心境败坏了。即便如此，曹老爷也并没有怠慢了太太，而太太为了赎罪，也自愿进了斋堂礼佛。两人的关系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维持着。如今二奎跟青妹儿虽罪大恶极，但也看出两人之间是真情谊，这让曹老爷立马联想到了当年自己的遭遇。太太不愿再提起往事，便想起身离开。出门之前，他还是忍不住为青妹儿求了个情，只叫曹老爷重重地打一顿就算了，至于二奎，该杀就杀了吧。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是命的话，当初你就不会眼都不眨地把他弄死。弄死他，他享福了，留下我活受罪。眼瞅着一场争吵又要爆发，太太不再多言，转身离开了。晚上，曹家大院灯火通明，所有人都聚在了大堂，等曹老爷训话。家丁二奎跟丫鬟青妹儿抽大烟被抓，为了肃正家中风气，曹老爷特意将所有人叫到院中，要当众处置二人。今有家丁二奎私藏烟土烟具，吸食成性，奸淫奸宿，丫鬟青妹儿知情不报，且同流合污，助纣为虐。综上所述之罪，当以家法惩治此不肖之男女，以正家风。二奎站在前面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他对自己犯下的罪孽毫无辩驳。曹家对他有恩，今天就算是要他的性命，也是心甘情愿。当着曹老爷的面，二奎喊道：来生自己定将堂堂正正做人，不给曹老爷丢脸。曹老爷十分欣赏二奎的骨气，于是便叫一旁的小厮给二奎松绑打发出府。但轮到丫鬟青妹儿时，却下了处死的命令。青妹儿不怕死，但心中却放不下跟二奎的感情，于是临死前，青妹儿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愿望：我想嫁给二奎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想正正当当给二奎做一回女人。求你帮我去跟老爷好好说，让我跟二奎圆了房，再弄死我。在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，女人尚未出嫁就跟男人同宿，已是奇耻大辱。如今青妹儿想正大光明的圆房，更是天方夜谭。大少爷光满听后更是不可置否，最终青妹儿还是含恨离世了。没过几天，曹家留洋的二少爷光汉就回来了，而与其同行的还有一个洋人。两人在国外学习时成为挚友。光汉刚一回家，就闷在后院研究造火柴。曹老爷见光汉把辫子剪了，又是一顿火气。俗话说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在当时，男人剪了辫子就相当于砍了头，这对曹家来说可谓是奇耻大辱。曹老爷无奈，便把耳朵叫了来，让他想办法去弄一根假辫子来。为了避人耳目，耳朵来到镇外一处偏僻的村里，找了一位姓刘的匠人。府上又是哪位鬼剃头了？
我们府上没人跪地斗。这年头啊，来这儿的都这么说。我们有一个和尚本家要还俗了。耳朵年龄虽小，但行为处事已经十分老练，家中的事儿一概不跟外人提起。没过几天，耳朵就拿着做好的辫子回去复命。有狮子吗？没有，都有醋和香料洗净了的。多少个人的呀？8个人，老爷，一共8撮。曹老爷对这条假辫子十分满意，当即便遣人叫来了光汉，责令其戴上。光汉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思想教育，对于这些封建陋习嗤之以鼻，说什么也不肯。看着光汉吊儿郎当的态度，曹老爷心中的怒火越发旺盛。几次劝慰无果后，更是彻底爆发了出来。一旁的管家见气氛不对，连忙陪着笑脸，轻手轻脚的把假辫子先给光汉套在了头上，将人轰走。可还没走远，便听见曹老爷在身后喊道：过2天隔壁镇上的郑家就要来定亲了，让光汉提早准备着。丑陋的辫子本就让光汉窝了一肚子火，现在听到连自己的婚姻都被包办，光汉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心中暗自开始筹谋着如何抗争。女人名叫玉楠，是赫赫有名的郑家2小姐，她的丈夫则是来自世家名门的曹家2少爷光汉。为了化解祖上的恩怨，曹郑2家破天荒地选择联姻成为亲家，而这也让两镇的百姓都议论纷纷，以至于曹家迎亲时，街边凑热闹的人都挤破了头。而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，迎亲的队伍皆是神色慌张，脚步匆忙。管家更是在一旁喊道：五十里不能把人接回家，怕是救都没得救了。原来光汉因不愿娶亲，躲在家中不肯出门，等管家好说歹说的将人骗上路时，已经耽误了迎亲的吉时，这对女方来说可谓是大不敬。玉楠的哥哥一气之下关闭了家门，等迎亲的队伍熙熙攘攘的到达郑家门口时，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大门。管家在门口哭天抢地，郑家也没有一丝想要开门的迹象。无奈之下，光汉只得亲自上前求情。谁知刚一开口，一直紧闭的大门竟突然打开了。郑少爷站在门前，非但没有斥责自己迟到的妹夫，反而一脸和善地摊开手掌说道：拿来。光汉立马就明白了郑少爷的意思，连忙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火柴梗交给对方。两人神神秘秘的样子让一旁的管家看傻了眼，赔罪不给金不给银。而更令他惊讶的是，郑少爷拿到火柴梗后竟是喜不胜收，直接让人进门迎亲。管家虽不明所以，但只要娶亲顺利，他也不愿再多生是非，当即便命队伍敲锣打鼓，浩浩荡荡地返回曹家。谁知还不等迎亲的队伍回来，原本还晴朗的天气突然惊雷四起，甚至演变成了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。宾客们慌乱地逃到一旁避雨，好好的迎亲宴也变得混乱不堪。我都快都要趁脚离开了，要走咱也挡不住，相提行事吧。二少这回可惨了，这是他的命，这怎么办？众人都感叹天降大雨也是一场意外，殊不知曹家却是从这场雨开始走向败落。光汉回来时全身俱已淋透，按照大少爷光满的吩咐，一切仪式俱已取消，直接将人领进正堂拜天地。光汉站在大堂上，全身都滴滴答答地落着水，惨淡的样子给这场婚礼添上了一丝诡异的感觉。待新娘下轿后，迎宾的小厮却钻进了喜轿中，尽情地嗅着里面残留的脂粉味。在这看似封建刻板的曹家大院里，暗处却是将礼教体统全都扔在了一旁。深夜，光汉应付完宾客，这才回到房间想要休息。然而一进门就看见静静坐在床上的玉楠。光汉想也不想，便伸手去掀盖头。你别动，你的秤杆呢？盖头被粗鲁地薅下，突如其来的光亮让玉楠有些恍惚，随后便看见光汉正打量着他，这让玉楠既羞赧又欣喜。早在成亲之前，他就见过光汉的照片，也知道对方是个留过洋的先进青年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如今看到真人，竟是比传闻中还要英俊。然而光汉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色，在他看来，这场婚事就是一场可笑的闹剧。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教育，认为婚姻就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，而不是两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凭借父母之言、媒妁之约就互定了终身。这一夜光汉过得十分窝火，而玉楠同样也是胆战心惊。
唯一松了一口气的只有曹家的大少爷光满，甚至当晚他就去了当地最有名处翠雨楼过夜。翠雨楼的头牌要生了，这可忙坏了曹家的大少爷光满，因为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曹家唯一的香火。大少爷，婉约破水了。你们几个骑快马，带上郎中和接生婆，到东街给我雇最好的马车，拉上人往回赶，能赶回亚历城最好，赶不及我不怪你。快去！光满着急忙慌地安排着生产的相关事项，曹家唯一的香火绝不能降生在窑子里。待一切都安排妥当后，光满立马跪在了曹老爷面前，开口就要认罪。儿子的女人要生孩子，哼，不就是一个女人生孩子的事儿吗？不就是要名分吗？别给他，他是个婊子。此话一出，曹老爷当即冷了脸色，死死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光满。他这一生崇尚行事光明磊落，最忌讳嫖赌一类败坏名声的恶习，但没成想自己的亲儿子竟光明正大地忤逆他，这让曹老爷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开口斥责道：是你的？是我的女人。我问的是孩子。是我的。你天天在婊子院里盯着呢吗？那倒没有，可我信他。你连个婊子的话你都敢信？曹老爷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期盼已久的第一个孙子竟出自风尘女子。曹老爷一向将纲常礼教视为天命，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进曹家的大门。光满见状，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恳求曹老爷能看在孩子是个男孩的份上网开一面。可曹老爷始终都不肯松口，还反过头斥责曹光满是想儿子想疯了。看着父亲决绝的态度，曹光满感受到了深深的无望。我想儿子想疯了，是谁盼孙子盼吃了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您把他往哪儿赶？眼看自己说服无望，光满只得顶着忤逆的罪名，强行将婉月接进曹家。深夜，光满跟一众家仆在后门焦急地等着，不一会儿便有前来报信的家丁匆忙赶到。大少爷，他生了，生在路上了啊！哦，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虽然孩子生在了轿子里，但好歹比生在窑子里强，加上又是一个男孩，一时间光满只觉得自己死而无憾。然而等他回过神后，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接踵而至：人接到后该安排在哪里呢？光满急昏了头，吩咐管家让大少奶奶把正房收拾出来。管家听后愣是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。光满也意识到此举不妥，于是便又改口道：让二姨太搬到正院的客房里，把人抬去二姨太的屋里。一阵忙乱后，婉月这才顺利地进了曹家。光满看着眼前来之不易的儿子，心中十分满足，就连孩子哭了都不许哄，只叫着多哭一会儿。这是曹家的长孙，将来家族的继承人，他曹光满这辈子的命根子，谁都不能否定的存在。这个孩子给曹家带来了希望，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纷争和祸端。新婚之夜，玉楠没能成功见红，在一连3天交出白绢后，终于顶不住压力追到了工厂，强迫丈夫跟自己圆房。可我是你的女人，你母亲明天还会派人到院子里等着接红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你说你叫我怎么办？看着玉楠绝望的神情，光汉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也下定决心要补偿玉楠。于是在漫天飞舞的木屑中，两人成为了真正的夫妻，而这也让本该洋溢着幸福的结合变成了一场酷刑。隔天一早，太太便吩咐家仆再去敲门接红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一次玉楠并没有让他空手而归，而是郑重地将一个木盒递了出去。家仆接过木盒，慌忙赶回了太太的房中，而太太显然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阵仗，半信半疑地打开了木盒，而里面放着的并不是用来接红的白绢，而是一件男人的衬衣。太太一眼就认出了这件衬衣正是光汉的，而掀开衬衣后，里面的内容却让她喜笑颜开。我这汉儿啊，荒唐！少爷留过洋，就是不一样。没想到玉楠由着他荒唐。二少奶奶也是读书人嘛。对于光汉的这桩婚事，太太本是充满了担忧。光汉留过洋，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教育，对于封建的包办婚姻嗤之以鼻，所以成亲1个月愣是没跟玉楠同过房。如今玉楠终于见红，太太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，只觉得小两口今后一定能好好过日子。可事实上，这次圆房并没有让两人的关系有所改观，
反而让光汉直接睡在了工厂。两人的分居也让曹老爷十分头疼。然而还不等这件事得到妥善的解决，曹家大院又发生了更加棘手的情况。曹家有了唯一的香火，只是孩子的母亲是大少爷光满从花窑里领回来的。曹老爷得知此事后当即大怒，说什么也不肯让这母子二人进门。我打算把他们送出去，可再怎么说是您孙子呀，想让您见上一面再走。虽然女人出身低贱，但孩子却是正经的曹家骨血。光满认定曹老爷不会任其流落在外，于是便提出先看看孩子再说。36计里这一计叫骨肉计。爹，我是真的要送他们走。别这么说，别跟你爹来这一套。待会儿肉肉乎乎灵灵秀秀的孙子往我怀里一放，我还能让他们走吗？眼瞅着自己的心思被识破，光满也直接把门外的女人叫进来，给曹老爷磕头。随后一双小小的3寸金莲便缓缓地走进了大堂。女人毕恭毕敬地行了礼。婉月拜见老爷。与出身不同，婉月行事更像是一位大家闺秀。曹老爷见状，心中也稍稍有了一丝欣慰。他虽看不上婉月的出身，但毕竟孩子还小，离不开母亲。事到如今，他也只能接受这个不合心意的儿媳。但为了震慑婉月，曹老爷还是缓缓地说道：曹府规矩多，不比外面的自由，以后的日子怕是要拘谨些。婉月几乎瞬间就明白自己这是得到了认可，于是连忙恭维道：自己能有幸侍奉已是莫大的福气，根本没有拘谨一说。一旁的光满见状，连忙叫婉月跪下磕头。老爷是下人叫的，你该叫什么呀？爹。至此，婉月算是正式的成为了曹家的姨太太。可自古以来都是只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，其他的几位姨太太的处境却十分惨淡。好像下不来。二少奶奶，咱们不这么作践自己。二少爷对您不好，可我觉得这是郑家的孩子。玉楠痛苦地坐在马桶上，整个人已经被冷汗浸透。就在刚刚，他偷偷吃下了滑胎的药方，可即便腹中绞痛难忍，孩子却依旧健健康康地待在他肚子里。这个孩子的到来让整个曹家大院都沉浸在浓浓的喜悦中，可只有玉楠自己知道，他肚子里的不是希望，而是一个祸患。为了能拿掉这个孩子，玉楠几番尝试都以失败告终，无奈之下只得选择认命放弃。他让丫鬟把自己扶到床上休息，还没等躺稳，外面便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 It's me, Lucas. Open the door. 别慌，谁也别让进来。是陆先生，他又来了。挡得住就挡。在外敲门的人是住在曹家的洋人卢卡斯，他与玉楠早已暗通情愫。在得知对方怀有身孕后，卢卡斯直觉这个孩子一定跟自己有关系。眼看卢卡斯的动静越闹越大，为了避免引起骚动，玉楠只得重新穿衣梳妆出来见人。 It's our kid, right? It must belong to you and me. 卢卡斯十分确定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，因为他深知玉楠成亲后，她的丈夫光汉几乎从不回家，仅有的几次肌肤之亲都是跟自己完成的。而现在两人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这让卢卡斯更加坚定了要带玉楠私奔的决心。然而玉楠却坚决不走，甚至还要等自己的丈夫回来才行。卢卡斯也大概明白了曹家的规矩，他明白玉楠这是在等丈夫的休书。 Does that piece of paper really mean that much to you? Yes. 玉楠已嫁为人妇，只有休书才能还她自由。玉楠低声喃喃地告诉卢卡斯，他们的孩子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这让来自西方的卢卡斯不能理解。在他的故乡，两人的爱情永远高于一切，而孩子更是最纯洁美好的存在。 I can't understand. You should understand. Whether you are a Swedish or Chinese, you should understand. 玉楠一句话道破玄机，孩子本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产生于婚姻之外，也是玉楠背叛丈夫的证明。而这一点，无论在开放的西方还是保守的东方，都是无法被原谅的。看着玉楠决绝的眼神，卢卡斯悲痛欲绝。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条鲜活生命的去留不能让玉楠一人决定。卢卡斯大声呵斥着玉楠，希望能唤醒他的理智。
然而玉楠非但没有改变心意，反而更加执迷不悟。 Since we have betrayed him, we can't humiliate his last prestige. Prestige? What prestige? Is it more important than love? Than a child being born? 为了抹去自己背叛的证据，玉楠竟想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卢卡斯作为亲生父亲，自然大为恼怒，但却无力保护自己生命的延续。作为一个异乡人，卢卡斯语言不通，也并没有家族靠山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抱着玉楠，拼命地祈求。可即便如此，玉楠也依旧没有改变心意。当初他委身于卢卡斯的唯一目的，只有排解深夜中的寂寞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。所以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情的结晶，而是罪孽的象征。就在两人为孩子的去留纠缠不休时，曹家的小厮突然来报称，衙门的人要找玉楠过去问话。玉楠这才重新梳洗更衣，来到正堂。谁知他刚一落脚，便听县令问道：“带银票了吗？”县令的话让玉楠当场愣住。他作为深宅女眷，平时根本不掺和官场的事儿，况且以往曹家各处打点的也不少，就算是有怠慢上门要钱，也不该找他。县令看着玉楠疑惑的眼神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后解释道：“你的哥哥郑玉松拉着你的男人进了蓝金会，干了一件惊天之举。这蓝金会是当地反朝廷的组织，而蓝金会的人一旦被官府捉住，无一例外都要被处死，死后还要把头颅悬在城门上示众。而玉楠的丈夫光汉被捕时，碰巧刚刚炸掉了县衙大门，人赃并获，无可辩驳。即便是曹老爷将全部家当搭进去，也不一定能把人捞出来。玉楠得知这一情况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难以自持。然而县令却说，光汉上还有一线生机。其实这生死都在他们自己手里，就是执迷不悟啊。我打算让你去看看他们，有时候亲人间劝一劝，或许还能清醒一点。县令话中暗藏的意思，就是要玉楠劝劝光汉，让他招出蓝金会的同党，换自己一条性命。而玉楠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她还没从孩子的打击中缓过神，如今又遭到了丈夫生死一线的噩耗，整个人都变得浑浑噩噩，失魂落魄。曹老爷见状后，连忙上前安慰：“甭管咱家出多大事儿，都大不过你肚子里的孩子。”曹老爷本意是让玉楠放宽心，好好养胎，殊不知他的这句话让玉楠本就脆弱的神经彻底崩溃。深夜，曹家的小厮耳朵趁着四下无人，特意来找玉楠的丫鬟打探情况。自从光汉离家后，耳朵便身负着监视玉楠的重任，然而丫鬟却只是一味的抽泣。耳朵百般安抚下，才打听到了玉楠的动向。陆先生还是想找二少奶奶吗？你别问我，我不想说，是陆先生不好。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可是二少爷自己也不好，你让二少奶奶怎么办？那他就偷。此前耳朵意外撞破了玉楠和卢卡斯的私情，心中早已对这个洋人痛恨不已。如今听到两人有纠缠不清，一时间只顾着咒骂，以至于丝毫没有注意身后玉楠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曹家，并且来到了城外的河边。等耳朵与丫鬟来查房时，才发现屋内早已是人去楼空。耳朵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于是连忙叫上卢卡斯外出寻人，终于在河边发现了已经落水的玉楠。婉月进了门后，便得到了光满的独处，这也导致大少奶奶和两位姨太太过得十分冷清。那爷爷要是不待见我们了呢？那你就拼一拼，再生一个。呸！没云彩哪来的雨啊？我一个人拼什么呀？他们虽打心眼里瞧不上那个花瑶出身的女人，却又忍不住嫉妒婉月生下了曹家唯一的男孩。几天后，又有家仆奉命给婉月送去恩赏。大少奶奶见状后，便将人拦了下来。你不会是来看我的吧？太太让我带她过来看一婉月姑娘。哎，该叫三姨太了，不敢乱叫。婉月生下儿子是整个曹家的功臣，虽说名分上仍是个姨太太，但分量绝对比得上正经的少奶奶。家仆们想要巴结，于是便将各种稀世珍宝、名贵补品都抢破头的往里送。大少奶奶看在眼里，心中既酸楚又愤怒，
多年来他一直无所出，即便娘家身份再高贵，也还是输给了花窑里出来的女人。不一会儿，玉楠也带着礼物到访，这不禁让大少奶奶更加惊讶。是光汉媳妇，有事吗？大嫂，我来给大哥贺喜，不知道在哪间屋。自打玉楠成亲后，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，大少奶奶碍于情面也不好阻拦，只得将人放了进去。玉楠刚一进门，就看见贵妃榻上躺着一个瘦小的女人，于是便坐到了对方跟前。婉月虽不认识玉楠，但脸上还是带着友善的笑容，加上两人年纪相仿，这让玉楠的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丝亲近感。你真漂亮。二少奶奶会夸人。婉月来的突然，家中也多是看她不顺眼的人，所以即便知道玉楠是恭维，心中也还是被这份善意打动。经过一番交谈，两人也变得熟络起来。玉楠觉得直呼名字才显得更加亲切，但在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，即便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称呼，也要小心谨慎，生怕触犯了礼教的威严。谁知婉月却毫不在意，并且也十分痛快地直呼玉楠的名字。两人的这次相处对婉月来说，无疑是给沉闷的生活缓了一大口气，但平日里依旧需要小心翼翼的生活，生怕自己的一个不注意就犯了众怒了。可即便如此，麻烦还是找上了门。大少奶奶和两位姨太太思来想去，始终咽不下这口恶气，要将婉月赶出去。然而他们三人没有一个生下儿子，说话自然没有分量。就在此时，众人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丫鬟龙秀。大少奶奶的丫鬟龙秀曾给光满怀过一个孩子，并且还是个男孩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可以一步登天的时候，意外却发生了。龙秀没能保住这个孩子，甚至连下黑手的人是谁都无从查起。就是因为那个臭婊子，我们一下子都成了不拉屎还占茅坑的摆设。更可气的是底下那些杂鸡烂鸟们，也放一个屁他敲10遍锣。二姨太倒不是真的为龙秀打抱不平，而是想借助龙秀打压花窑出身的婉月。三人便想尽办法挑唆龙秀跟他们一起去曹老爷面前争个公道。龙秀自知作为一个破过身的丫鬟，若是光满不给名分，那这辈子也没人再敢要自己。然而少爷跟丫鬟有私，显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若是他自己透出来，不仅名声不保，还会被光满悄悄地处置掉。思来想去，竟是没有一条生路。于是龙秀只得先哭着答应。然而在临行前，龙秀却突然推脱说自己要重新梳洗。众人只当他后面会跟上来，便都没在意，往曹老爷的院中走去。小厮远远地看到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走来，连忙回去报信儿。大少奶奶和2个姨太太来了。仨人全来了？全来了。从把婉月接进曹家的那一刻起，曹老爷就预想到了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，并且早已想好了对策。大少奶奶一行人还没进门，曹老爷便率先开骂，甚至还把一只青花瓷瓶扔了出去。蠢东西，你要气死我呀！啊，你活着就是为了气死我吗？曹老爷突如其来的怒火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，而原本还趾高气昂的大少奶奶也收了气焰，小心翼翼地探头查看屋内的情况。而曹老爷则假装没有看到门口的三人，毫无顾忌地骂道：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早早晚晚得把曹家给吃空了。大少奶奶听出了曹老爷是在指桑骂槐，此前有再多的委屈，如今也是开不了口，无奈之下只得灰溜溜地回去。谁知还没走到院门口，便听见脚房里传来丫鬟的惊叫声，走近一看才知道是龙秀上吊自杀了。原来龙秀知道这辈子怕是得不上一个名分，即便得了也不会比婉月的处境要好多少，与其遭受别人的迫害，倒不如自己了断的好。整个夜晚，曹家的西院灯火通明，光满与大少奶奶整夜未眠。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，龙秀的死是整个曹家大院败落的开篇。洋人看见刚出生的孩子，便想伸手去抱，谁知却被一旁的家仆拦下。他是个洋人，谁说洋人不能抱？他身上有味儿。他在曹家待这么久了，要有味儿也是曹家的味儿。女人毫不在意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放进洋人的怀里，而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在他们看来，金发碧眼的洋人是野蛮的外来物种，甚至身上还会带有野兽的臭味，而洋人却丝毫不顾周围人的目光，只是专注地逗着怀中的孩子。洋人名叫卢卡斯，不久前跟着曹家的二少爷曹光汉来到镇上，专门协助他造火柴。
曹家在当地可谓是名门望族，家族产业更是遍布全镇。可曹光汉却根本看不上这份家业，反而一门心思要实业兴国，造自己的火柴。然而在经过多次失败后，曹光汉的信心备受打击，以至于一连几天都不出现在工厂里，眼看就要无人主持大局。无奈之下，光汉新娶的媳妇玉楠来到了工厂。 We will have to make out matches soon。 为了延续丈夫的事业，玉楠开始在一堆瓶瓶罐罐中变得蓬头垢面、神经兮兮，并且还根据光汉留下的笔记研究着各种药粉的配比。卢卡斯站在门外看着这位优雅的东方女人，眼神中满是欣赏。不同于其他愚昧无知的深宅太太，玉楠聪慧而又独立，并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，这对身处异国他乡的卢卡斯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。通过交谈，卢卡斯发现她不是依附于男人的愚昧羔羊，而是一把刺破黑暗的利剑。同样，玉楠也敬佩卢卡斯的一身孤勇。渐渐的，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难以言说的暗流情愫，甚至连一旁的小厮都看出了端倪。二奶奶，你要想二少爷，我就想。小厮的担心让玉楠忍不住发笑。她虽是光汉的妻子，但两人相处的时间甚至都比不上曹家的下人，就更别提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了。反倒是这段时间跟卢卡斯朝夕相处后，玉楠逐渐被对方的乐观和绅士所打动。玉楠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思想教育，所以并没有男女有别的意识，在工厂时也会毫无顾忌地跟卢卡斯打闹嬉戏。渐渐的，几乎整个工厂的人都知道两人关系亲密。几天后，玉楠经手的第一批火柴交工了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所有的火柴都划不着，这也就意味着这段时间的努力都毫无意义。玉楠的眼神中有一丝失落，但随后心中却又忍不住窃喜，因为一旦成功的造出火柴，卢卡斯便要启程回国，而两人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上面了。玉楠的心思百转千回，可下人们却丝毫没有察觉，连日来的工作已经耗光了他们的耐心，甚至有人开始大声地抱怨起来。我就弄不明白，为什么非得自己做？别人做了拿来用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一旁的小厮大声护主，他本就是曹家的家生子，与主子一同起居，感情颇深，自然与这些工厂里的伙计不同。小厮还了几句嘴，便不再理会，转身回到里屋查看新做出的火柴。谁知小厮轻轻一划，眼前便出现了一簇火光。深夜，工厂里灯火通明，工人们肆意喝酒庆祝。在熙攘的人群中，玉楠与卢卡斯遥遥相望，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了深深的眷恋。玉楠成功地造出了火柴，为此曹家特意摆酒大肆庆祝。然而作为一个女人，玉楠却没有上桌吃饭的权利。本来不该让女眷上桌的，今天不合理。光汉不在，你一个人不容易。玉楠虽表面上一副安分守己的样子，实则心思早已飞到了已经喝醉的卢卡斯身上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玉楠十分清楚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浪漫而又随性的异乡人，但奈何他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，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，只能借口让小厮送去自己的关心。你去跟陆先生说说，让他少喝点，回头喝多了再伤了身子。小厮不明白为何二少爷曹光汉失踪多日，玉楠一点都不担心，反倒只顾着跟洋人眉来眼去，这让小厮不由得对卢卡斯产生了敌意。就在所有人都有了醉意时，失踪多日的曹光汉突然回来了。玉楠连忙迎了上去，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嘘寒问暖。可无论她表现得如何热情，光汉始终是一副冷漠的表情，甚至都没正眼看过玉楠。玉楠欣喜地将火柴制造成功的事儿告诉光汉，但男人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喜。他看着自己没能造出的火柴，紧皱的眉头里满是忧伤。火柴不是我造出来的，就算是玉楠帮的大忙，她也是你太太呀，你们是一家人啊。明明玉楠才是今晚最大的功臣，可光汉的冷漠却让她像一个罪人，接受着丈夫的质问和审判。光汉看着面前略显慌乱的玉楠和远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卢卡斯，心中渐渐的有了一丝了然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这火柴是他跟卢卡斯造的，不是我。光汉虽没有把玉楠规划进自己的人生，但两人毕竟是人尽皆知的夫妻。但如今玉楠却跟卢卡斯之间心照不宣，这让光汉不由得更加排斥这个仅有几面之缘的女人。
大哥一心只想着生意，提出要给火柴上个牌子，尽快推销出去。我看不如就叫光汉牌火柴。行。虽然一整晚光汉都在推辞功劳，可真正到了冠名的时候，他还是私心冠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至此，大清的第一批自造火柴就算是正式面世了。深夜待众人都散去后，玉楠并没有在房间中等到光汉，他掌灯来到工厂，却见光汉赤身蜷缩在桌子上，表情十分痛苦。你跟那些女人都一样，不是为了名分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要了我。我要不了你，谁也要不了谁。光汉突如其来的酒疯让玉楠有些手足无措，两人虽是新婚，但同床共枕的次数着实少得可怜。看着醉醺醺的光汉，玉楠想先把人哄回房间，别让工人们看了笑话。玉楠轻声细语地安慰着光汉，想让他跟自己回房，谁知光汉竟突然挺身上前，死死地抱住了他曾厌弃至极的女人。玉楠，我求你别这么对我，我受不起。玉楠原本对自己的婚姻也抱有幻想和期待，可光汉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。或许从一开始，两人的结合就是一个错误。玉楠强忍着心中的酸楚，给两人换好了衣物，将光汉带回了房间。然而树欲静却风不止，就在玉楠手忙脚乱的时候，卢卡斯却高唱着故乡的歌谣，突然闯了进来。牢狱中犯人皆是蓬头垢面，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，但唯独有一个少年身着华服，白白净净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别闻了，再好闻的东西到这儿都是屎尿味。一听这话，少年忍不住连连作呕。一旁的人见他手忙脚乱的样子，丝毫没有大家少爷的风范，便知道这恐怕是被送进来的冒牌货，于是开口便问道：你家主子犯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主子？你怎么知道？话刚一出口，少年就忍不住开始暗自后悔，他竟意外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原来少年名叫耳朵，是曹家的一名家仆。不久前，曹家的二少爷光汉犯了事儿，需要人去顶罪。曹老爷将满院上下的人都想了个遍，唯一能让他放心托付的，竟只有耳朵。为了报答曹老爷的收养之恩，耳朵也是义不容辞。谁知久不理家事的太太却突然横插一手，说什么也不让耳朵前去犯险。万一墙没抹平露了馅儿，还得把光汉给抖出来，那到时候可就是赔了夫人又……所以耳朵他跑来跟我说，耳朵合适，他想去顶。太太没缘由地护着耳朵，这让大少爷光满十分不解。但一旁的曹老爷却十分清楚，太太这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去换另一个儿子的命。原来耳朵也是太太的儿子，只不过身世由来伴随着一段丑事。早年间，太太与家里的长工犯了错，这才生下了耳朵。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，曹老爷亲自抚养耳朵，并且对外宣称耳朵只是一个捡来的弃婴。耳朵性格机灵讨喜，曹老爷对他也是爱恨交加。在耳朵长大的过程中，曹老爷也不是没想过偷偷的将其处理掉，但无论使用何种手段，最后都会以失败告终。这次让他去给光汉顶罪，曹老爷也是断定了耳朵会安然无恙的回来。他是金土鳖的命，死不了。曹老爷并不是空口白话的编造，而是有实际依据。耳朵刚出生的时候，算命先生曾主动找到府上，称这个孩子是金土鳖托生，只要有曹家的一天，就有他的一天。耳朵要是死了，曹家也就败了。你忘了那个算命先生的原话是怎么说的？那哪能忘啊？说是耳朵是金土鳖托生的，是小土神。耳朵死，则曹家衰；耳朵活，则曹家兴。曹老爷不信邪，便几次三番的让管家设套弄死耳朵，但每次都阴差阳错的害了别人。我听说往年糕里下的药，炸得热热乎乎，这孩子平常最爱吃了，可那次也不知怎么的，死活不吃，硬哄着后院的大师傅老金给吃下去了。老金吃下去就不省人事，后来弄醒了，也废了。接二连三的怪事儿让曹老爷不得不信耳朵真的是金土鳖，自此再也没有起过要害他的心思。既然耳朵命硬死不了，那让他去顶罪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曹老爷提出自己会亲自送耳朵去衙门，确保他来回一趟毫发无伤。太太眼见自己拗不过，只好答应下来。
隔天一早，耳朵便穿上锦缎大褂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穿这么好的衣服，但却是为了慷慨赴死。一路上，光满都在嘱咐耳朵，不管谁问起，都要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曹家的二少爷曹光汉，除此之外的问题一概不用回答。一行人路过大堂时，太太早已在旁等候多时。耳朵昨晚偷听后知道太太是他不得相认的母亲，所以只能强忍着眼中的泪水，说着谢恩的场面话。待跟所有人都告别后，耳朵才独自向门外走去。谁知在暗处的角落里发现了一直没有现身的二少奶奶玉楠。面对耳朵时，玉楠心中难免有些愧疚。她知道耳朵是替丈夫去顶罪，此行难免要受些皮肉之苦，但为了不让耳朵害怕，玉楠还是佯装着轻松，直说凭借曹家的势力，不会有人为难他。你放心吧，我吃过苦，我顶得住。玉楠待耳朵如同亲姐弟，不仅每日吃住都在一起，还时常照拂关心。这次为了自己的私心要让耳朵受苦，玉楠只觉得心如刀割，但反观耳朵却是一脸的心甘情愿。玉楠是他心神向往的人，若是自己的牺牲能换取玉楠的笑容，那他便心甘情愿。耳朵自愿去给主子顶罪，即便这一趟生死难料，他也义无反顾。曹老爷亲自将他送到县衙门口，凭借着家族的声望和巧舌如簧的辩解，成功的让知县松口，只说将人在牢里关2天，这事儿就算是了了。耳朵刚一进牢房，便被一股腥臭味熏得神志不清，随后在看到各式各样的刑具后，更是吓得双腿发软。记住了啊，千万别出那个红圈。在当时，纨绔子弟犯罪入狱的也不在少数，若是在牢中受了委屈，出狱后也必定要想办法还回来。为了防止自己有眼无珠，挫伤了贵人，狱卒便在牢里画了个圈，圈里的人都来自镇上有名有姓的人家，只等着家里给钱就能出去，受不了什么罪。而圈外的都是穷苦百姓，没钱赎命，也不想认罪，便只能没日没夜地关在牢里。耳朵虽平时圆滑精明，但到底还是长在大院里的嫩芽，见牢里都是凶神恶煞的歹人，耳朵心中也忍不住发怵。然而还不等他搞清楚周围的情况，便被衙役带去了一旁的空牢房，并且二话不说就要上刑，这让耳朵彻底慌了神。此前他以为只是在牢里待2天就能出去，根本没想过还要受刑。这身行头就是穿在猪狗的身上，那也是大户人家的派头。好，哥哥我算是看上了，坐下来我试试。原来这个衙役认得耳朵，并且之前2人还拌过几句嘴。他知道耳朵只是一个小家仆，就算被鞭打2下，主家也不会来找麻烦，于是便肆无忌惮地发泄此前的怨气，什么羞辱折磨的招数通通都来了一遍。耳朵自小虽是家仆，但也没受过此等委屈，一时耐不住火气，便想要反抗。周围的衙役见状，纷纷上去帮忙。混乱中，耳朵不慎撞到头，霎时间血流不止。2天后，耳朵被曹家接回。不同于此前承诺的毫发无伤，此时的耳朵更像是一具活尸，除了呼吸，其他的什么也不会。如果头部遭到了重击，一时会有点痴傻。郎中的话基本上将耳朵判成了一个废人。曹老爷见状，直接把人拉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开口就问道：老爷交代给你办的事儿，你都办了没有？原来进牢前，曹老爷还偷偷交代耳朵，让他偷一只蜘蛛出来给自己熬汤。而耳朵即便受伤痴傻，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随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白布，里面果然包着一只蜘蛛。曹老爷见耳朵拿出此物，便知道他并不是真的痴傻，而是装的，也就不再担心，而是转身将蜘蛛放进锅里，随后舀出一碗汤，让他全部喝下。经此一事后，耳朵在曹家的地位迅速上升，不仅不必再跟其他家仆挤在一起，还在二少爷的院子里单独批了一间屋给耳朵居住。玉楠听说耳朵回来后，立马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查看伤势。耳朵仍是装着痴傻的样子，享受着玉楠全部的关注和情谊。看着玉楠因他慌乱为他流泪，耳朵心中十分满足，可始终就是发不出一丝声音。玉楠以为耳朵这是在怪他无情，心中便更加愧疚。看着玉楠越哭越凶，耳朵一着急将点心呛到了气管里，忍不住大声咳嗽着想去外面喝口水。玉楠以为耳朵这是气急了要离开，自然百般阻拦。
耳朵是个乖孩子。终于在玉楠的怀里，耳朵沙哑地痛哭起来。这些天他受的委屈和惊吓，终于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。可我管你借点东西。借什么？你的汗。小厮的要求让丫鬟又羞又喜，只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真正的女人。可即便心中已是欢呼雀跃，丫鬟还是装作害羞的样子，不肯答应。谁知小厮也并没有勉强，转身就要找别人去借，这可急坏了丫鬟。我没说不借，可好端端的，你要我怎么出汗吗？你现在就回自己屋里，把冬天的衣服全穿上，什么棉袄、棉裤的，在屋里蹦。丫鬟这才明白，原来小厮是真的只要自己的汗水，当即便有些失望，但也还是按照对方的话，回到房间，披上了厚厚的被褥，不停地蹦跳着。等身上都被汗水浸湿后，丫鬟这才兴冲冲地飞奔回到小厮身边，而小厮见状，则拿出一个玻璃瓶，小心翼翼地收集着汗珠。丫鬟脸上的汗极不满意平，小厮转而让她把外衣脱下来。不够，那我接着蹦。去吧。丫鬟暗恋小厮已久，所以对他的话也是言听计从，即便已经精疲力尽，也还是再次披上衣服蹦跳起来。丫鬟在屋里蹦得欢，殊不知曹家的大小姐光庭正在屋外窥视着两人的一举一动。见两人举止越来越亲密，光庭忍不住心中的醋意，开门冲了进去，二话不说就拧住小厮的耳朵，破口大骂道：那个小贱货，把你早收他了吧！你别这样骂她，她是个老实女孩。嘿，老实能摸到你床上去啊！小厮十分了解光庭的心事，也知道他这是吃醋气恼，一时间心中竟还有些窃喜。小厮名叫耳朵，是曹家从小养大的家仆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因年纪相仿，所以便不顾主仆的身份，成为了青梅竹马。光庭情窦初开时便喜欢上了耳朵，平日里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跨越男女之别的亲密。耳朵本就善于察言观色，对光庭隐隐表现出的爱意自然也是心知肚明。但即便两人的感情再好，身份上的天差地别也注定了这段感情不会有一个好结果。光庭作为曹老爷的老来得女，自小就是掌上明珠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性格脾气也是相当霸道。为了逼耳朵就范，光庭便威胁道要把刚刚看到的事告诉曹老爷，治耳朵一个私通的罪名。而耳朵虽是一介家仆，偏偏也有一把硬骨头。我都见过犯了这种事的，跪地求饶没个有好下场的。这是光庭第一次发脾气没有用，不由得坐在地上大哭。耳朵见状，这才知道自己闹得过分了，也连忙蹲下安慰。可光庭已经认定了耳朵与小丫鬟之间有私，无论对方说什么他都不相信。无奈之下，耳朵只得将自己血汗的事情告诉光庭。曹老爷有一个秘密的怪癖，那就是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熬汤，上至人参产物，下至昆虫走兽，全都混在一个锅里，每天熬煮。现在甚至都要上了家里小丫鬟的汗。曹老爷要面子，不肯自己开口，每次都是小厮耳朵帮忙代劳取物。老爷让我给他弄一小碗汗来，必须是活活闺女身上的。对于父亲的这项怪癖，大小姐光庭也是了然于心，当即便收了声，不再哭闹。谁知耳朵反倒是一脸的悔恨，大呼道：哎，我把老爷给卖了。在当时那个封建的年代，下人泄密被视为不忠。耳朵自小受曹老爷的养育之恩，忠诚的意识已经深刻进了骨髓，但为了哄光庭开心，还是忍不住把曹老爷的秘密说了出来。看着面前的心上人情绪逐渐低落，光庭不忍，走到跟前犹豫再三后开口：耳朵，你娶了我吧。小姐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娶我。听了光庭的话，耳朵非但没有一丝惊讶，而是不喜反怒地嘲讽道：光庭是千金小姐，自己不过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家婆小厮，这种玩笑实在是开不得。光庭听后也是恼羞成怒，大声高喊着自己是真心想嫁给耳朵。好好好，我娶你，我明天我就骑大马，你坐大轿子，我把你给娶了。耳朵原本只是想这件事敷衍过去，谁知光庭并没有听出耳朵语气中的轻蔑，只觉得自己得偿所愿，喜结良缘，当即便气血上涌，无比兴奋，
吵嚷着向曹老爷的房间中奔去，想正式为两人求婚。谁知曹老爷听后却是如临大敌，气势汹汹的想要去杀了耳朵。太太见状连忙追了上去，想要拦住曹老爷。两人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们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。看着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光庭十分不解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曹老爷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家长。他的大哥娶了花窑里的女人，二哥留洋归来，剪掉了象征着汉人身份的辫子，甚至现在还有一个洋人住在自己家中，每天花着流水的银子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为何到了自己这里就如此不近人情？光庭单纯的以为是曹老爷看不上耳朵小厮的身份，殊不知两人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，才使得这段姻缘必须要被斩草除根。光庭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耳朵可是你私生的。现在你的女儿哭着喊着要嫁给你的儿子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光庭想要嫁给耳朵，这让曹老爷和太太不由得慌了神，因为无论是从血缘还是礼教上来说，两人都是绝对不能在一起的。原来早年间太太年轻时犯了错，生下的儿子正是耳朵，曹老爷将其当作家仆养在了身边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在相安无事的度过了10几年后，他们的女儿光庭竟提出了想要嫁给耳朵的请求。太太跪在地上求曹老爷想办法阻止两个孩子。说了吧，你是要我死？那你就是想让我去死？耳朵的身世是曹家的丑事，绝对不能暴露，但光庭也不能嫁给他的哥哥。几番犹豫之下，曹老爷决定牺牲自己的名誉保护女儿，将耳朵真正的身世告诉他。两人携手颤颤巍巍地回到房间，光庭和耳朵仍旧跪在地上，只是光庭的脸上满是怨气，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无论曹老爷和太太如何阻拦，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。谁知还不等曹老爷开口，耳朵就率先说道：我没打算娶她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的脸上可谓是五光十色。曹老爷和太太收获了意外之喜，光庭却觉得自己惨遭背叛，连声质问耳朵为何突然变卦。耳朵再也无法忍受光庭的胡搅蛮缠，第一次越剧，高声将人呵斥住，随后转身向曹老爷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再次义正言辞地回绝了这门亲事。我就是曹家的一条狗，老爷太太叫我咬谁，我就咬谁。耳朵只说光庭是个好姑娘，但自己却是没有这个福分。直到这一刻，曹老爷和太太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耳朵身世的秘密就算是保住了。可一旁的光庭却不依不饶，只喊着两人明明是两情相悦，为何耳朵要临阵退缩？女人刺耳的尖声吵得耳朵头昏脑胀，一时放松了警惕，坦言道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。耳朵，你尽管说，老爷和太太不会怪你的。对，不会怪。一边是光庭呜咽的哭声，另一边是曹老爷和太太的咄咄逼问。耳朵终于再也无法承受精神上的折磨，哭着说出了自己喜欢的人，正是曹家新娶的二少奶奶玉楠。玉楠不甘在深宅大院中寂寞度日，于是便趁着工厂里机器轰鸣无人发现时，与洋人卢克斯纠缠的天昏地暗，忘乎所以。情到深处时，两人都没有发现门外小厮耳朵已经将这一切看了个一清二楚。丫鬟见自己主子的秘密被发现，连忙将人往外拉。耳朵哥，出去！丫鬟拼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将耳朵拉了出去。然而一个小丫头的力气如何能比得上一个小厮？耳朵虽离开了厂房，但心中的怨恨还是让她在大雨中痛苦地挣扎着。她的气愤不仅来自于玉楠背叛丈夫，也是为自己珍惜守护的暗恋感到不甘。自打玉楠嫁进曹家的第一天，耳朵便偷偷喜欢上了这个温柔灵动的女人。但在当时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，男女之间的爱情通常要跟家世背景挂钩，更何况耳朵作为曹家的家生子，更是对曹家的每一位主子都要忠心耿耿。耳朵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将专注于尽忠这一件事，然而玉楠的到来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玉楠接受过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教育，所以没有丝毫的架子和做派。对于耳朵，他更像是疼爱弟弟一样。耳朵从小就没感受过亲情，也不知道如何回应玉楠的这份疼爱。他对男女之间唯一的认知只有爱情，所以便将这份感情转化成了对玉楠的迷恋。二少奶奶，为了您，我死也愿意。
耳朵的话让玉楠深受感动。其实她的婚姻也并不顺利，自打她嫁进曹家，丈夫光汉便不知所踪，而玉楠的青春花季也在大院中一天天的衰败。耳朵越是心疼，爱慕的心意就越是强烈，殊不知却是玉楠先耐不住寂寞。为了收拾光汉留下的烂摊子，玉楠主动来工厂，与洋人卢卡斯一同承接起造火柴的重担。一来二去之下，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变得亲密起来。不同于封建礼教下麻木无知的女人，玉楠的独立和聪慧让卢卡斯眼前一亮，加上在异国他乡的寂寞，使其疯狂渴望着一个温暖怀抱的安慰。作为一个正值花季的女人，玉楠也同样渴望能有一段火热爱情能燃烧自己，所以面对卢卡斯的示好，她虽没有马上回应，但心中还是犹豫了。在玉楠若即若离的回应中，两人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玉楠每天都跟卢卡斯嬉笑打闹，在被汗水浸透后，也会彼此依偎在一起，交换着炙热的呼吸。然而每当两人即将接近爱情时，人伦纲常的警钟便会突然响起，逼得玉楠不得不慌张地逃离卢卡斯的身边。玉楠害怕自己会沉溺于这份意外的幸福，从而做出一些有悖人伦的错事，但自古以来理智都无法战胜感情。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玉楠与卢卡斯越过了最后的底线。就在两人还在感情的纠葛中无法自拔时，二少爷光汉突然回来了。只是他刚一到家，就听到玉楠说出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事实：你休了我吧，我跟卢卡斯，你跟他睡了。新婚妻子第一次开口说话，竟是坦白自己跟其他男人有私，这对光汉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他自小是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，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命都重要，而玉楠此举不仅让他以后都无法抬头做人，更是给整个曹家蒙羞。看着面前暴跳如雷的男人，玉楠张口想要为自己辩解，不料却反遭光汉的嘲讽：你还要说你们在哪睡的？怎么睡的？睡得舒不舒服？丈夫的羞辱宛如一条金鞭，狠狠地抽在玉楠的心上，直到血肉模糊也不曾停止。玉楠也想反驳，也想告诉光汉自己之所以会闯下大祸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但最终话到嘴边，还是没能说出自己的委屈。悲愤交加的光汉再一次离开了曹家，这次他走得义无反顾，毫无牵挂。当晚趁着深夜无人时，卢卡斯再次来到了玉楠的门前。他不懂得封建礼教的约束，只知道两个人既然相爱，就该在想念的时候相见。只是刚刚经历过良心煎熬的玉楠，此时根本没有心思应付卢卡斯。Lucas, go back. Come in. 卢卡斯无视了玉楠的拒绝，闷着头就想冲进屋内，却被玉楠强行推了出去。紧闭的大门隔绝了两人的世界，也彻底伤透了卢卡斯的心。隔天一早，他便开始收拾行李，想要启程回乡。无论丫鬟如何阻拦，都没有改变他的心意。玉楠见状，心中却又满是不舍。她已经失去了丈夫，如今就连唯一的慰藉都要弃她而去，所以忍不住慌忙阻止。I give you a cold shoulder, but I didn't mean to do that. It is a big mess in my heart. 玉楠紧紧地抱住了卢卡斯，虽然他从未正视过两人之间的感情，但也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带来的欢愉。最终心中的矛盾抵不过汹涌的爱意，全都化作泪水打湿了卢卡斯的肩头。卢卡斯提出两人可以私奔，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可封建礼教就像一条铁链，紧紧地拴在玉楠的脚上，让他寸步难行。就在两人不知未来该走向何处时，曹家大院里便传来了另一件棘手的事儿，那就是太太要迎神了。曹家最近祸事不断，为了给家中转运，太太花了大价钱迎神。一大早，长街上便响起了喧闹的唢呐声，8名轿夫稳稳地驮着一方小轿，缓缓地向着曹家大院前进。而小轿中只有一尊通体纯金的千手观音佛像。迎神的队伍声势浩大，不仅有数名僧人随行高声诵读佛经，还有几个强壮的汉子高举着经幡，其上赫然绣着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经幡下看热闹的百姓们紧紧跟在队伍后面，这样盛大的阵仗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见过。
队伍转过街角后，便是曹家的大营门。为了显示菩萨对众生的怜悯，曹家的家仆们开始往人群中抛洒粮食瓜果，引得百姓们暴动不止。家仆奋力阻拦，可场面还是一度失控。神轿停至曹家大门前，太太亲自出门磕头迎接。曹老爷根本不信这些神佛，但为了讨太太的欢心，也假装虔诚地跪下磕头。身后的家人们见状，也只得乌泱泱跪了一地。门外管家带着小厮们撒米祈福，百姓们哄抢不止，热闹非凡。门内太太嘴里念念有词，带着家人磕了无数的响头。待人群散尽后，神轿才缓缓进入曹府。然而轿夫们刚一踏进曹家大院，就突然感到脚下一滑，失去平衡，神轿重重地跌在了地上。如此大凶之兆让所有人都慌了神，太太更是连忙上前查看，却见观音像的手断了一只，这对神佛来说可谓是大不敬。太太连忙作揖赔罪，谁知就在此时，跟在队伍最后的曹老爷却突然晕倒在地，嘴里还振振有词：曹家要完了。种种不祥的预兆让曹老爷不由得开始担心，曹家怕是气数已尽，这个天怕是要变了。然而还不等他缓过神，一个更加令人惊慌的消息顺着长街传了过来。光满刚一回家，便看见自己的4位姨太太正凑在一起打牌。以往这也是极平常的事儿，可偏偏这一次光满却大发雷霆。如花似玉的女人娶了一个又一个，高兴了，我还可以把婊子娶回家。在当时，出身背景就是判断女人品行的唯一标准，而光满只顾着发无名的邪火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三姨太婉月已是怒目圆睁。当初明明是光满力排众议将她接进了曹家，现在却又嫌弃她出身花瑶。婉月不明白为何光满突然毫无缘由的大发雷霆，细想之后才明白，这一切的混乱和反常恐怕都要归结于一声巨响。就在刚刚，一声炸雷般的巨响震到了光满家中的牌桌。牌都震倒了，孩子是受了惊吓，婉月赶紧抱回去关窗闭门，让他好好的静一静啊！光满唯一的儿子被吓得啼哭不止，女眷们慌了神，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。可一群深宅妇人哪里有什么主见，最终还是靠管家请了郎中开了药，只是孩子惊吓过度，说什么也不肯张嘴吃药，这可急坏了三姨太婉月，直拽着郎中让他想想办法。为了孩子好，您还是自己动手吧，你呀还真得狠点心。婉月生性温柔，对旁人更是连半句狠话都未曾说过，就更别提要掰着亲生儿子的嘴灌药。婉月下不去手，最终还是郎中捏着孩子的脸硬灌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光满便闻讯从外面急匆匆地赶了回来。刚一进门，便看见自己的4个女人不仅没有照管孩子，还若无其事地打着牌，嘴里讨论着刚刚自己胡牌的大小，脸上丝毫没有慌张忧虑的神色。爷，出了鬼了！这搁得好好的牌，眨眼间就掉了个个，要不然……爷，您这是……这叫孔雀开屏，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！光满没缘由的将所有人都贬低了一遍。大少奶奶作为正室，忍不住开始提醒光满，此举有违夫妻相敬之礼。更何况往日里4人也不是第一次凑在一起打牌玩乐，为何偏偏今天惹得光满不痛快？光满也知道这次是自己闹得过分，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：我曹光满何德何能娶了你们4个？曹府上上下下几十口人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看我的脸色，这份风光我腻味透了。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光满这顿无名邪火是在发泄自己这些年来的积怨。他作为曹家的长子，曹家未来的主人，自然也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，家里家外好的不好的他都要一肩挑起。曹老爷早已不理家事，弟弟光汉沉迷研究炸药，每天不知所踪，好不容易回次家，也必定要闯下弥天大祸。光满除了要经营家中生意，还要上下打点给光汉收拾烂摊子。可即便他呕心沥血，曹家还是不可阻挡地出现了衰败，并且逐渐显现出入不敷出的迹象。
关满夹在其中，腹背受罪，可纵使有满腹的委屈，却无人诉说，无处发泄。然而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，他连娶了4个女人，却只有1个人给他生了个儿子。没心呐，没心！你要是能给我生个儿子，我也就免了没完没了的再纳再生，再生再纳。我做梦都在想，像我弟弟光汉那样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古语曾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大少奶奶梅心虽嫁进曹家多年，但肚子里却始终没有一点动静，这对她来说将是一生的污点。一顿发泄后，关满的情绪稍加平复，可他的4位姨太太却都是黯然神伤，甚至大姨太三秋的脸上还闪过了一丝阴寒之色。隔天一早，三秋便把光满唯一的儿子陆子抱到了自己的房中，不顾孩子的反抗，执意给其喂下了一碗银耳汤。等光满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急忙赶到时，原本活泼好动的陆子却是一丝声音都发不出。爷，他出不了声了，再也出不了了。他吃了哑药，是我给喂的。三秋毒哑了光满唯一的儿子，这对整个曹家来说无疑是毁天灭地的噩耗。大少爷光满连娶了4房，才给曹家续上了唯一的香火，如今竟成了一个不能说话的废人。无论是从父亲的立场，还是曹家继承人的角度，光满都无法接受打击，精神崩溃。他将自己锁在房间中，一连3天水米不进，整个人形容枯槁，宛如将死之人。最终还是曹老爷心疼儿子，带人打开了房门。那你替我去看看大少爷还有气儿吗？管家带着一众家仆退到门外等候，只留曹老爷与光满单独相处。看着昔日意气风发的儿子如今颓败不堪的样子，曹老爷的心中满是愧疚，随后便亲自施了手巾，缓缓上前，像照顾幼童一样给光满擦了脸。见光满没有反应，只得转身又端着一碗粥，一口一口地喂进了儿子的嘴里。没吃几口，光满就全都吐了出来。爹，我想见我儿子。见光满终于回了神，曹老爷自是赶紧命人把孙子陆子抱来。光满抱着儿子，眼神呆滞，神情疯癫。明明屋内没有任何声音，他却能听到孩子叫爹的声音。他叫爹，陆子叫爹啊！对，是。曹老爷不忍再让儿子受到打击，只能顺着他的话说，自己也听到了。与此同时，三姨太婉月也闯进了屋内。她是陆子的生母，陆子出事后便和光满一样变得疯疯癫癫。看着婉月神志不清的样子，曹老爷见状，连忙叫来一旁的家仆，让其赶紧把陆子抢回来，以免婉月发起疯来伤着孩子。你不用抢，他睡着了，你抱走吧。婉月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家仆也分不清到底他的话是真是假，所以便小心翼翼地上前，在接过孩子后，迅速地逃了出去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曹老爷也身心俱疲，退出了房间，只留下夫妻2人单独相处。光满哭着告诉婉月，陆子只是哑了，但是人还活着，只要人活着就还能治，就还有盼头。婉月听后并没有答话，而是自顾自地走到一边。光满想上前安慰，谁知婉月却又突然发起疯来。没那么邪乎，荣氏是块皇帝，婉月也不行了，你还有小鱼儿啊。再说了，就是小鱼儿也不行了，咱们可以再娶再生啊。爹，我不娶不生，我给曹家做主马做到头了，要生您生吧。光满的反驳让曹老爷大吃一惊，且不说他已是60旬老朽，根本无法生儿育女，单就顶撞长辈这一点，也够让光满去祠堂跪个天昏地暗。而这也是光满第一次反驳父亲，并且还是在子嗣这种义不容辞的事上。这几年来，光满受够了无休止的娶妻纳妾，为了能有个儿子，他不仅娶了2房姨太太，还自降身份将花窑里的女人也抬回了家。这对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来说，无疑是奇耻大辱。光满早就心有不满，但作为长子，延续香火也是他的责任之一，所以只能硬生生地忍着这口气。曹老爷看着光满决绝的眼神，瞬间觉得浑身无力，难以呼吸，但为了家族的兴盛，还是耐着性子开口安慰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光满几乎瞬间就听懂了曹老爷的弦外之音，这是叫他再生一个儿子。只是在光满看来，自己这座青山已经被榨干成了秃山，根本无法再有新的生机出现。经此一事后，子嗣的事儿就算是缓了下来，众人这才想起罪魁祸首三秋。
为了让家仆们不再议论，大少奶奶亲自下场，将一众家丁集合在院中，责问是谁把大姨太锁进了柴房中。二姨太，是我。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我想，大姨太做下这么大的罪孽，还在右脚院住着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呀。我想，谁让你想？原来管家丙叔在得知小少爷是被三秋毒哑后，便立马将人关进了柴房中，听候发落。这件事本也是以往的惯例，可没成想大少奶奶却当着所有人的面斥责了他。小鱼儿也借着大少奶奶的气势耀武扬威了一把。丙叔心中怨气横生，可面上还是保持着一副谦卑的样子，毕恭毕敬地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大少奶奶告诉一众家仆，最近家里出了事儿，平日里行走干活更要小心谨慎，但也不可面色凝重，丧气冲天。曹家还是老样子，天塌不了。一顿训话过后，家仆们便各自散去，可唯独丙叔蹲在了原地，迟迟没有离去。待众人都散尽后，大少奶奶这才走上前问丙叔为何蹲在这里。大少奶奶，我给您丢人了。你丢的不是大少奶奶的人，你丢的是老爷和大少爷的人。把大姨太关在柴房里，这没错，可轮不到你关。丙叔啊，你做人太精明了，院子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傻的。其实将三秋关进柴房这件事，丙叔并没有做错，只是他不该在主子还未发话时就率先下了决断。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对主子的大不敬，主子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忠心的仆役，而不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。也跟家丁们喝了很多的酒，没想到就在米仓里把我给要了。三秋的新婚之夜是在米仓里过的。三秋的新婚之夜虽荒唐至极，但却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。可如今回想起来，三秋的眼神中只有满满的凄凉。他与光满10余年的夫妻情分就要在今天走到头了。几天前，三秋用哑药毒哑了光满唯一的儿子，让曹家断了香火。光满盛怒之下，把三秋关进了柴房，并且亲自前来问罪。也是送我上路的吧？那我就多喝点。光满不明白，明明三秋是整个曹家性子最温和的人，平日里连家里的花花草草都舍不得糟践，又怎么能狠下心对一个幼童下毒手？光满质问三秋为何要残害自己的儿子，谁知三秋不仅不回应，反而突发疯癫大笑起来。我是毒蛇，话少毒多。只回我一句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是女人，可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三秋积压多年的委屈此刻全都爆发出来，他为自己在曹家度过的每一天都感到窒息，并且也早就受够了要在条条框框中生活。三秋只恨自己是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女人，更恨光满只能给她姨太太的身份，所以只能强逼着自己咽下一口又一口恶气。三秋此前也几度想要爆发，但只要一想起两人初次的荒唐体验，便还是舍不得这份炙热的感情。回到家，我的身上还沾着很多的米粒儿，也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辈子饿不死。那时的光满对三秋也感到眼前一亮，甚至一连多日都宿在三秋的房中。很快两人就有了第一个孩子，并且还是曹家的第一个男孩。只是这个孩子到来并没有给曹家带来希望和欢愉，反而让光满从此以后每面对三秋时都感到无比恶心。生的第一个孩子是活女儿，亏他命好，先走了。恶心恶心恶心！那时的豁嘴就是如今的兔唇，虽然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罕见的怪病，但在那个封建落后的年代里，有豁嘴的孩子被视为不祥之人，而嘴唇的怪异形状更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光满也不例外，即便这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仍旧从心底里感到恶心。之后孩子意外夭折，光满便把这份厌恶转嫁到了三秋的身上，并且自此以后就再也没碰过三秋。没有哪个女人能忍受丈夫的冷漠，三秋也不例外。在无数个寂寞的深夜里，三秋只觉得生不如死，
他本以为自己已经麻木，但一个女人的到来却彻底击溃了他脆弱的神经。婉月抱着曹家唯一的男孩，从花瑶女变成了富家姨太太，这让三秋感到愤怒。凭什么一个只能从后门进出的花瑶女人都能登堂入室，依傍在光满的身边，而她作为明媒正娶的二房却忍气吞声，遭丈夫唾弃？你再也不愿意碰三秋，后来跟我睡，是我流着眼泪跟背心姐姐央求了多少次才安排下的。三秋再也无法忍受被践踏自尊的煎熬，这才下手报复了光满，毒哑了他唯一的儿子。为了重获丈夫的宠爱，三秋竟要求光满亲手勒死自己。我要让爷亲自动手勒死我，这样我到了18层地狱心里也舒服。三秋为泄愤，毒哑了光满唯一的儿子，他自知犯下了滔天大罪，总归只有死路一条。可光满非但迟迟没有动手，还疼惜地捧着三秋的脸，语气温柔地告诉他：没人勒死你，是送你回家。光满自知对三秋有愧，并且两人这10多年的夫妻情分也着实让他不忍下死手，只能写一封休书把三秋送回娘家。天黑后，大少奶奶便带着二姨太来送三秋最后一程，只是准备好的行李三秋都不要，唯独将出嫁时的喜服拿了出来，并且缓缓地穿在身上，仿佛这样就会回到新婚时甜蜜幸福的日子。光满不忍离别，自是转头离开。三秋，给爷磕个头。三秋跪在地上，重重地给光满磕了一个头，算是给这些年的夫妻情分做了一个了断。随后便上了一顶小轿，缓缓从后门离开了巷子。数十年来，曹家都没有新生命的降临，反倒是家中原本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。众人都知道是流年不利，殊不知这却是曹家衰败的开始。三秋离开的当晚，玉楠便来看望精神失常的婉月。自从儿子被毒哑后，婉月的神智便一天比一天疯癫，甚至放着活生生的儿子不管，整日只抱着一个枕头哄。我明明听见他在叫我，你怎么能说他在睡觉呢？他跟张妈……什么张妈？我是他娘。婉月一直把儿子的意外归结成自己没有照顾好的责任，疯了之后更是无法控制行动，稍有不顺心的地方就大发雷霆，将房中所有的东西都砸得稀碎。玉楠本想好好的安慰婉月，可看到如今的情状，心中只有满满的恐惧，以至于掉头就跑。除了婉月外，最近曹家连番发生的惨事，让府中上上下下都弥漫着一丝悲伤之气。一到了晚上，曹家大院里更是漆黑一片，更显阴森幽静。曹老爷看不下去，连忙命家仆给院中各处都添上几盏灯笼。各院都多加几盏灯，听见没有？一个个都别哭丧着脸，都乐呵呵的啊，把咱们曹里都照得亮亮堂堂的。各院的丫鬟都听好了，老爷说了，曹里没有死人，一个个都别哭丧着脸，笑着点都笑着点。小厮的叫喊声穿透弄堂，传进每个曹家人的耳朵里。然而家仆们仍旧是行色匆匆，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，也没有一个人面露喜色。另一边，心情烦闷的曹老爷来到太太的房间，想跟她聊天解闷儿。太太多年来一心向佛，跟曹老爷之间早已是名存实亡的夫妻。曹老爷跟太太都年近古稀，没想到却又要同房，两人已经分居数十年，这让太太不禁开始怀疑曹老爷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。我一下觉得身子骨子里那点阳气儿全都没了，从早到晚只觉得冷。最近曹家惨遭诸多变故，曹老爷作为一家之主，必须表现得稳如磐石，但实则他的心中也是无比悲痛。疼爱的孙子成了废人，儿媳们一个被休，一个精神失常，大儿子意志消沉，二儿子不知所踪，整个曹家大有一副即将家破人亡的光景。而曹老爷唯一能倾诉的对象也只有太太。曹老爷想得到太太的关心和回应，可终究也只是他自己喃喃自语。眼瞅着太太没有任何反应，曹老爷气急败坏地说道：你这么多年敲这个木鱼疙瘩，他管什么用啊他？曹家人丁不算兴旺，曹老爷自己是单传不说，他的2个儿子也没能留下后代。曹老爷私心想让瓜满再给自己生个孙子，
不料反被光满嘲讽道：我想让他再给我生个孙子，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：爹，要生啊，您去生。这句话虽大逆不道，但却意外逗笑了太太。然而这短暂的轻松并没有让太太有所改变，反而拔腿就走。曹老爷见状，积压许久的怒气终爆发，他起身威胁道：要是太太今天走出这个门，他就把神龛砸了。太太听后连忙反身过去阻拦，两人扭打之时，太太一把将曹老爷推出门外，任其四仰八叉地摔在了地上。谁知曹老爷非但没有发怒，反而十分兴奋地回头夸奖太太：我都以为你死了呢，真摔疼我了，摔得好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洋气儿。太太无法理解曹老爷的激动，然而还不等他开口解释，一个响亮的耳光便迎面而来。深夜曹家新娶的二少奶奶玉楠被一个洋人死死地抱住，然而两人却并不是为了缓解相思，而是在做最后的诀别。 And that we're all over, and that you never have to see me again. Please, don't do that. I want you to say that. 玉楠痛苦地扭动着身体，决绝的话几度到了嘴边，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。他与卢卡斯虽没有夫妻之名，但却早就有了夫妻之实。而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升温，这段隐秘的关系也渐渐被其他人发现了端倪。为了防止引起更大的祸乱，玉楠想跟卢卡斯划清界限，可对爱情的渴望还是让他无法轻易开口，最终只能痛哭着投入了卢卡斯的怀中。I can't sit down. Yeah, you're right. 玉楠虽已成亲，但却从未感受过婚姻带来的幸福。不久前，她的丈夫光汉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就离家出走，只留下玉楠独自在不见天日的深宅大院中，每天忍受着寂寞的煎熬。而卢卡斯的出现，则重新唤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。通过卢卡斯，玉楠体验到了作为女人的意义和世间极致的欢愉，而卢卡斯也同样深爱着这个坚强独立的东方女人。两人就如同迎接末日般疯狂地渴求彼此的安慰。在一次大汗淋漓之后，卢卡斯满足地躺在玉楠身边，享受着欢愉过后的温存。然而玉楠的脸上却是愁容满布。 Have you ever been with a Chinese woman? Yeah, of course.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? 玉楠虽嘴上问着卢卡斯的过去，但眼神中却满是空洞。卢卡斯侃侃而谈，玉楠却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心里。他只不过是想从这个男人的经历中搜寻关于光汉的只字片语。 Has he ever been with a white girl? Maybe, I don't know. 罗卡斯称自己跟光汉其实没有那么亲密，在国外时两个人甚至只是普通朋友，根本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。见玉楠有些失望，罗卡斯搜肠刮肚，突然想起两人回国前发生的一件轶事。那时他与光汉在等火车时偶遇了一对老夫妇，两人正因啼哭不止的孩子焦头烂额，老妇人喃喃地唱着童谣哄着孩子，而一旁的光汉却一脸陶醉地盯着妇人。一听这话，玉楠的脸上不禁满是痛苦，这是他的隐痛，也是他无法跟光汉像寻常夫妻一样接触的根源。不同于正常男子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光汉从始至终依恋的一直是曹太太，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光汉恋母，自然无法接受跟他年纪相仿的玉楠。起初玉楠也只当是二人之间母子情深，但现在听到卢卡斯这么一说，他才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拥有正常的爱情。隔天一早，曹老爷和太太便带着各处的女眷聚在一起吃早饭。突然间，玉楠的反常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玉楠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又惊又喜。几次干呕后，玉楠终于忍不住夺门而出。太太大喜过望，更是直接追了上去。你怎么了？我吃噎着了。喜事为什么要瞒着？我拿不准。玉楠反应很明显，就是有喜了，这对整个曹家来说都是天大的喜事儿。而反观玉楠的脸上却如同大难临头，因为他深知这个孩子跟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罗卡斯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他虽听不明白周围的人在说什么，但看玉楠的反应，也大概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。太太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，向所有人宣布了好消息。这是曹家几经变故后最喜庆的一天。上至老爷太太下到丫鬟仆役，人人脸上都带有一丝喜色。散席后，小厮耳朵领命来到书房打扫。
不料他刚一到书房，便看见玉楠正在焦急地翻阅着书册，似乎是在有意寻找着什么。二少奶奶，您看什么好书呢？我没看什么。玉楠的慌乱让耳朵产生了怀疑，他想凑上前看看那是什么书，但奈何认得的字有限，终究也是没看明白。玉楠低着头，不敢跟耳朵对视，只是专注地抄着书上的药方，并交代耳朵让他避开家里的大夫，偷偷地去外面拿药。耳朵刚想离开，玉楠却又把人叫住，开口就是让耳朵转告卢卡斯最近天凉，火盆多添炭，又说最近看卢卡斯走路踮脚，让耳朵去检查一下是不是鞋里扎了钉子，一字一句尽显体贴依恋。二少奶奶，您现在有喜了，自己当心自己的身子吧。耳朵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随后玉楠也重新收拾了行头，来到镇上唯一的教堂，向马神父寻求心中的慰藉。在玉楠看来，只有上帝能为他保守秘密，这个孩子的到来让他措手不及，所以玉楠迫切地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。可当他走进倾诉的小隔间时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。难道你不是来忏悔的吗？不是吗？玉楠并不认为自己身负罪孽，所以也没有忏悔一说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听他倾诉并且为他保守秘密的朋友。玉楠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马神父，他本以为马神父可以理解他的无奈和悲伤，不料对方的反应却让他大失所望。这是一种邪恶的情欲，它燃烧起来会很热烈，但也会熄灭得很快。马神父的责备让玉楠本就郁闷的心情转而升起了愤怒的火焰。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感情是邪恶的，恰恰相反，卢卡斯对于他而言是灰暗日子里唯一的救赎。而与此同时，耳朵也拿着药方来到了药铺。掌柜看过药材后，忍不住冷哼了一声：“你们老爷肚子里有雪哥的药方吗？”药店掌柜的话让耳朵一时摸不着头脑。这张药方是玉楠怀孕后给他的，吃的药自然也该是安胎固本的大补之物。可掌柜的话里话外都不像是有恭贺的意思。见耳朵还不明白，掌柜直言道：“这个方子以往都是丫鬟小姐偷了人得了孽种才用得上的。”一听这话，耳朵瞬间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原来这副方子根本不是保胎，而是为了滑胎。掌柜忍不住取笑这曹府上是哪个丫鬟这么冒失。耳朵只顾着后怕，也并不回应，只是大声斥责掌柜多管闲事儿。随后心中更是暗自起疑。且不说二少爷光汉已经离家数月，单就两人仅有的几次圆房就要追溯到半年前，所以玉楠这胎来的着实有些奇怪。思及至此，一个大胆的想法让耳朵汗毛倒竖。与此同时，玉楠跟卢卡斯也在返回曹家的路上，途经荒郊时，正遇上一家人在下葬刚刚夭折的婴儿，雪白的纸钱漫天飞舞。卢卡斯不能理解眼前的这一幕，不由得向玉楠投去询问的目光。 She was born dead, can't be called people, so can't be buried in graveyard. What about the cloth? She was newly born, so she doesn't have any clothes. 玉楠知道，不久的将来，他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会如眼前一般，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。看到不易，要把孩子直接下葬，卢卡斯连忙冲了上去，将自己的外套盖在了孩子身上。回到家后，玉楠第一时间找来了耳朵，将拿回来的药小心翼翼地收在了柜匣里。临走时，耳朵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：“此药大凉，让玉楠小心。”我没说我要吃这个药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？耳朵没再回嘴，只是愣愣地站在门前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他知道曹家的天怕是要变了。好像下不来。二少奶奶，咱们不这么作践自己。二少爷对您不好，可我觉得这是郑家的孩子。玉楠痛苦地坐在马桶上，整个人已经被冷汗浸透。就在刚刚，他偷偷吃下了滑胎的药方，可即便腹中绞痛难忍，孩子却依旧健健康康地待在他肚子里。这个孩子的到来让整个曹家大院都沉浸在浓浓的喜悦中，可只有玉楠自己知道，他肚子里的不是希望，而是一个祸患。为了能拿掉这个孩子，玉楠几番尝试都以失败告终，无奈之下只得选择认命放弃。他让丫鬟把自己扶到床上休息，还没等躺稳，
外面便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 It's me, Lucas. Open the door. 别慌，谁也别让进来。是陆先生，他又来了，挡得住就挡。在外敲门的人是住在曹家的洋人卢卡斯，他与玉楠早已暗通情愫。在得知对方怀有身孕后，卢卡斯直觉这个孩子一定跟自己有关系。眼看卢卡斯的动静越闹越大，为了避免引起骚动，玉楠只得重新穿衣梳妆出来见人。 It's our kid, right? It must belong to you and me. 卢卡斯十分确定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，因为他深知玉楠成亲后，她的丈夫光汉几乎从不回家，仅有的几次肌肤之亲都是跟自己完成的。而现在两人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这让卢卡斯更加坚定了要带玉楠私奔的决心。然而玉楠却坚决不走，甚至还要等自己的丈夫回来才行。卢卡斯也大概明白了曹家的规矩，他明白玉楠这是在等丈夫的休书。 Does that piece of paper really mean that much to you? Yes. 玉楠已嫁为人妇，只有休书才能还她自由。玉楠低声喃喃地告诉卢卡斯，他们的孩子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这让来自西方的卢卡斯不能理解，在他的故乡，两人的爱情永远高于一切，而孩子更是最纯洁美好的存在。 I can't understand. You should understand. Whether you are a Swedish or Chinese, you should understand. 玉楠一句话道破玄机，孩子本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产生于婚姻之外，也是玉楠背叛丈夫的证明。而这一点，无论在开放的西方还是保守的东方，都是无法被原谅的。看着玉楠决绝的眼神，卢卡斯悲痛欲绝。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条鲜活生命的去留不能让玉楠一人决定。卢卡斯大声呵斥着玉楠，希望能唤醒他的理智。然而玉楠非但没有改变心意，反而更加执迷不悟。好像下不来。二少奶奶，咱们不这么作践自己。二少爷对您不好，可我觉得这是郑家的孩子。玉楠痛苦地坐在马桶上，整个人已经被冷汗浸透。就在刚刚，他偷偷吃下了滑胎的药方，可即便腹中绞痛难忍，孩子却依旧健健康康地待在他肚子里。这个孩子的到来让整个曹家大院都沉浸在浓浓的喜悦中，可只有玉楠自己知道，他肚子里的不是希望，而是一个祸患。为了能拿掉这个孩子，玉楠几番尝试都以失败告终，无奈之下只得选择认命放弃。他让丫鬟把自己扶到床上休息，还没等躺稳，外面便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 It's me, Lucas. Open the door. 别慌，谁也别让进来。是陆先生，他又来了，挡得住就挡。在外敲门的人是住在曹家的洋人卢卡斯，他与玉楠早已暗通情愫。在得知对方怀有身孕后，卢卡斯直觉这个孩子一定跟自己有关系。眼看卢卡斯的动静越闹越大，为了避免引起骚动，玉楠只得重新穿衣梳妆出来见人。 It's our kid, right? It must belong to you and me. 卢卡斯十分确定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，因为他深知玉楠成亲后，她的丈夫光汉几乎从不回家，仅有的几次肌肤之亲都是跟自己完成的。而现在两人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这让卢卡斯更加坚定了要带玉楠私奔的决心。然而玉楠却坚决不走，甚至还要等自己的丈夫回来才行。卢卡斯也大概明白了曹家的规矩，他明白玉楠这是在等丈夫的休书。 Does that piece of paper really mean that much to you? Yes. 玉楠已嫁为人妇，只有休书才能还她自由。玉楠低声喃喃地告诉卢卡斯，他们的孩子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这让来自西方的卢卡斯不能理解，在他的故乡，两人的爱情永远高于一切，而孩子更是最纯洁美好的存在。 I can't understand. You should understand. Whether you are a Swedish or Chinese, you should understand. 玉楠一句话道破玄机，孩子本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产生于婚姻之外，也是玉楠背叛丈夫的证明。而这一点，无论在开放的西方还是保守的东方，都是无法被原谅的。看着玉楠决绝的眼神，卢卡斯悲痛欲绝。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条鲜活生命的去留不能让玉楠一人决定。卢卡斯大声呵斥着玉楠，希望能唤醒他的理智。
然而玉楠非但没有改变心意，反而更加执迷不悟。 Since we have betrayed him, we can't humiliate his last prestige. Prestige? What prestige? Is it more important than love? Than a child being born? 为了抹去自己背叛的证据，玉楠竟想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卢卡斯作为亲生父亲，自然大为恼怒，但却无力保护自己生命的延续。作为一个异乡人，卢卡斯语言不通，也并没有家族靠山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抱着玉楠，拼命地祈求。可即便如此，玉楠也依旧没有改变心意。当初他委身于卢卡斯的唯一目的，只有排解深夜中的寂寞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。所以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情的结晶，而是罪孽的象征。就在两人为孩子的去留纠缠不休时，曹家的小厮突然来报称，衙门的人要找玉楠过去问话。玉楠这才重新梳洗更衣，来到正堂。谁知他刚一落脚，便听县令问道：“带银票了吗？”县令的话让玉楠当场愣住。他作为深宅女眷，平时根本不掺和官场的事儿，况且以往曹家各处打点的也不少，就算是有怠慢上门要钱，也不该找他。县令看着玉楠疑惑的眼神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后解释道：“你的哥哥郑玉松拉着你的男人进了蓝金会，干了一件惊天之举。”这蓝金会是当地反朝廷的组织，而蓝金会的人一旦被官府捉住，无一例外都要被处死，死后还要把头颅悬在城门上示众。而玉楠的丈夫光汉被捕时，碰巧刚刚炸掉了县衙大门，人赃并获，无可辩驳。即便是曹老爷将全部家当搭进去，也不一定能把人捞出来。玉楠得知这一情况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难以自持。然而县令却说，光汉上还有一线生机。其实这生死都在他们自己手里，就是执迷不悟啊。我打算让你去看看他们，有时候亲人间劝一劝，或许还能清醒一点。县令话中暗藏的意思，就是要玉楠劝劝光汉，让他招出蓝金会的同党，换自己一条性命。而玉楠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她还没从孩子的打击中缓过神，如今又遭到了丈夫生死一线的噩耗，整个人都变得浑浑噩噩，失魂落魄。曹老爷见状后，连忙上前安慰：“甭管咱家出多大事儿，都大不过你肚子里的孩子。”曹老爷本意是让玉楠放宽心，好好养胎，殊不知他的这句话让玉楠本就脆弱的神经彻底崩溃。深夜，曹家的小厮耳朵趁着四下无人，特意来找玉楠的丫鬟打探情况。自从光汉离家后，耳朵便身负着监视玉楠的重任，然而丫鬟却只是一味的抽泣。耳朵百般安抚下，才打听到了玉楠的动向。陆先生还是想找二少奶奶吗？你别问我，我不想说，是陆先生不好。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可是二少爷自己也不好，你让二少奶奶怎么办？那他就偷。此前耳朵意外撞破了玉楠和卢卡斯的私情，心中早已对这个洋人痛恨不已。如今听到两人有纠缠不清，一时间只顾着咒骂，以至于丝毫没有注意身后玉楠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曹家，并且来到了城外的河边。等耳朵与丫鬟来查房时，才发现屋内早已是人去楼空。耳朵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于是连忙叫上卢卡斯外出寻人，终于在河边发现了已经落水的玉楠。二少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二少奶奶，你走疯了吧？二少奶奶。清晨，玉楠衣衫不整地跳河自杀，然而营救她的并不是丈夫光汉，而是两个爱慕她的外人。救去玉楠后，卢卡斯将人一路抱回了曹家。家仆们见状，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。玉楠跟卢卡斯有私情，早已是心照不宣的秘密，只是没想到两人竟公开亲密，这让曹家的众人可谓是大开眼界。卢卡斯不懂男女有别的礼教，一门心思只想着救人，所以二话不说就要解开玉楠的衣服，让她能更顺畅的呼吸。一旁的耳朵见状，连忙将人赶了出去。不仅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，更多是发泄自己的私愤。耳朵深知玉楠这次跳河自杀，除了因卢卡斯的私情所扰外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光汉即将被处死。就在刚刚，县令特意来到曹家通信，光汉因反朝廷被当场缉拿。
这一次再多的银子也换不回这条命。耳朵暗恋玉楠，虽然不希望深爱的女人为情所伤害，所以便自请去了大牢，想要跟光汉一命换一命。然而真正到了牢里才发现，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。光汉已经被上了刑，身上的血早已把衣服染透，并且光汉鬼使神差地承认了自己反朝廷的事儿，所以耳朵这次也是白白送死。干什么呀？这不是说我不打了吗？怎么还打呀？你以为你们曹家使了几个钱就能当朝廷的公文使啊？告诉你们曹老爷，法不阿贵，给我狠狠地打！狱卒手中的皮鞭狠狠地抽在耳朵的身上，霎时间便皮开肉绽。可偏偏耳朵对光汉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，就算告饶讨清，衙役也只当是他嘴硬不肯交代。你把嘴闭上，想点别的事儿。嘿，你还多嘴呀你！严刑拷打之下，光汉仍旧不招。衙役眼看硬来没有效果，便想着用家人威胁。于是衙役便告诉光汉，他的妻子玉楠已经有了数月的身孕，要是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，最好还是老实交代保命。光汉听后，原本已经模糊的神智突然亢奋了起来。自己已经1年没有回家了，但玉楠却怀孕了，这个孩子意味着什么，他心知肚明。此刻身体上再多的伤口也比不上心中的耻辱。光汉高声喊着耳朵，想让他告诉自己真相。耳朵，耳朵，你看着我！光汉的嘶吼声回荡在牢房中，久久未能散去。他回想起之前与玉楠仅有一次的温存，心中泛起了阵阵恶心。这一刻，他所崇尚的西方自由平等的先进思想，都随着玉楠的背叛化作深深的仇恨。小珍，我想看你穿兜兜的样子。都什么年纪了，哪来的肚兜啊？有，你等着。曹老爷急忙爬到床边，小心翼翼地取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宝物，那是太太年轻时穿的贴身衣物。两人虽分居了20几年，但曹老爷一直将其带在身边。换上。那你转过去。曹老爷听话地转过身去，不多时便听见身后传来衣物褪去的声音，直到太太喊他回头，这才满怀期待地将身子转了回来。粉色的衣物对已经年近古稀的女人来说，的确有些格格不入。太太更是一脸羞涩，不敢跟曹老爷对视。但曹老爷仿佛透过眼前的景象，看到了两人新婚时耳鬓厮磨的样子。此刻他不再是声震一方的当家家主，而更像是一个初通人事的毛头小子。曹老爷愣神的样子让太太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是你要我难堪的，那我就只好难堪给你看了。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小珍。曹老爷拆下了太太的发簪，这一举动在寻常夫妻之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此时的曹老爷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慰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曹家上下厄运不断，原本人丁兴旺的曹家大院，如今门可罗雀，冷冷清清。太太告诉曹老爷，县衙托人传话称，明天可以去牢里看一眼光汉，之后就要行刑了。这种情况一众家眷自是要去，但一想到光汉的妻子玉楠，两人却有些犹豫。玉楠现如今已是即将临盆，太太怕他伤心过度会影响腹中的孩子，几番斟酌之下还是没能同意。只是排除玉楠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也令太太放心不下。那洋人还在吗？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呀？就想起来了。他说他想见见光汉，见完了就走。太太问起的洋人名为卢卡斯，他不仅是光汉的朋友，也是玉楠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只是曹家上下都以为玉楠怀着的是光汉唯一的血脉，如今又得知人即将被处死的消息，便对这个遗父子更加小心照顾。然而周围人越是同情，玉楠的心中就越是愧疚。他无法承受周围人对他的期待和爱护，但却也不能将真相公之于众。渐渐的，玉楠变得郁郁寡欢，毫无生气。直到听说了光汉即将被处死的消息后，玉楠死水一般的心才终于荡起了一丝涟漪。无论如何，她都要跟自己的丈夫做最后的诀别。隔天一早，光汉便在牢里等待着家人最后的探望。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第一个来探望他的人竟是卢卡斯。I love you, Nan. She loved you.
But you didn't love her at all. Or more frankly, you couldn't give her love. 光汉隐藏多年的秘密被卢卡斯一语道破。作为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，光汉不爱他娇美的妻子玉楠，而是对年老色衰的亲生母亲眷恋不已。作为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，光汉虽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实则内在肮脏不堪。卢卡斯在意外窥破这个秘密后，便对深受寂寞煎熬的玉楠十分同情。在几次接触之后，卢卡斯更是确定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独立而又坚强的东方女性。Yunnan never said anything about you. What? Nothing. 玉楠无数次地宣泄过爱意，但光汉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接受一个年轻女人。卢卡斯也十分清楚，虽然他才是玉楠真正的男人，但这个女人的心始终不在自己身上。而对玉楠来说，卢卡斯和光汉就像两条沉重的锁链，将他紧紧捆住，无法呼吸。为了能让心爱的女人解脱，卢卡斯恳求光汉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一封休书，还玉楠一个自由。光汉听后并没有做出回应，只说着让卢卡斯离开，自己的家人稍后就到，他需要保存精力跟家人道别。卢卡斯刚一离开牢房，迎面便撞上了前来探视的玉楠，两人都是背着曹家偷偷来的，没想到却打了个照面。卢卡斯想起刚刚与光汉的交谈，觉得玉楠被休是十有八九的事儿，便最后一次尝试说服他跟自己私奔。 But I still want you to go with me. All right. I think I will do this. Have you ever lied to me? I never lied to you. I have thought it. We leave after we have the baby. 玉楠突然转变的态度让卢卡斯欣喜若狂，他完全沉浸在即将收获爱情的喜悦中，以至于忽略了玉楠眼中透露出的决绝。不一会儿，玉楠便独自一人走进了牢房，一进门便看见光汉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，他的双腿因受刑已经无法站立，虽尽力维持着一丝体面，但还是只能像蝼蚁一样蜷缩在地上。玉楠看在眼里，心中却是阵阵抽痛，而更让他感到无地自容的还是他高高隆起的肚子。这是玉楠怀孕后第一次跟丈夫见面，同时也是两人生死诀别的时刻，但光汉并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表达爱意或是忏悔惋惜，而是开口就要给玉楠休书。休书给你写好了，答应你这么久，后来一出事又忘了。玉楠怔怔地看着光汉，满腹的委屈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。光汉看着玉楠已经明显隆起的肚子，心中却丝毫没有为人父的喜悦，因为这个孩子跟他毫无关系。玉楠看着手中的休书，颤抖着祈求丈夫不要抛弃自己。光汉，我求你了，你把它收回去吧，我不能要。玉楠的坚持让光汉不明所以，再过几个时辰，两人就只能阴阳永隔。玉楠现在有孩子，有新的爱情，按理说正是最渴望自由的时候，如今机会就摆在眼前，他却果断拒绝了。光汉忍不住提醒玉楠，如果没有这一纸休书，玉楠根本就无法离开曹家，并且还要以寡妇的身份过完后半生，就连他的孩子也永远无法跟亲爹相认。然而玉楠仍旧不肯放弃，甚至还当场将休书撕碎。撕了它，我又不在了，你就永远成了曹家的寡妇。那我也撕。玉楠狠狠地撕碎了休书，也在借此发泄着自己的不满。从嫁进曹家的第一天起，她就深爱着光汉，就算最后留下的仅仅只有一个名分，她也想将这份独有的关系守护到底。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，玉楠才能证明自己是光汉的女人。光汉回想起刚刚与卢卡斯的谈话，直到这一刻他才相信玉楠自始至终都是爱着他的，反倒是他在感情上亏欠着玉楠。你让我摸摸他。光汉用仅存的力气伸出手，想要摸一摸玉楠的孩子，可犹豫再三后，他的手还是没能落下去。光汉终究还是没能接受玉楠背叛自己的事实，便只能讪讪地将手收回，随后低声告诉玉楠，自己唯一能补偿的就是给这个孩子一个姓氏，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他自己打拼了。说罢便转过身给玉楠下了逐客令。玉楠平静地离开牢房，直到再也瞧不见光汉的身影后，才崩溃痛哭起来。他今后要争的何止是一个未来，而是他跟这个孩子能够一起活下去的可能。
从县衙离开后，玉楠彻底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，悲伤席卷了他的全身，以至于还没走进曹家的大门，他便感到了一阵腹痛。您怎么了，小姐？来人呐！你的儿子还活着，我的儿子要死了！你糊涂！我没糊涂，光汉死了，我就没有儿子了。那耳朵是谁的儿子？光汉自己作孽，将要被处死。太太知道后精神崩溃，只嚷着是光满见死不救，才让他失去了唯一的儿子。原来光满的亲生母亲并非太太，而是曹老爷早年娶的一门偏房，并且早已病故。但这些年来，光满一直把太太视为亲生母亲孝敬侍奉，但终究比不过有血脉相连的光汉。多年来，众人一直心照不宣，保持着明面上的和睦。可如今听到太太毫无顾忌地暴露私心，光满还是觉得心底阵阵生寒。曹老爷不忍看着太太在为难他人，情急之下竟直接道破了两人隐藏了大半辈子的秘密。你逼着我的，你逼着我说出这句话的，你话里话外透着是我们扛着刀去杀光汉的，杀你的儿子。光汉的造火柴试炸药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每一次他惹了事儿回来，你都是最后一个，你才知道。一个老爷们儿了还在你怀里哭，他不是最听你的话吗？你怎么不管呢？你为什么不说呢？对于两人畸形的感情，曹老爷早有耳闻，可偏偏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曹老爷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除了痛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外，也埋怨太太对自己感情上的吝啬。为了报复，曹老爷便将耳朵的身世抖露出来。眼看丑事败露，太太也不再隐瞒，而是破罐破摔，只说着若是耳朵愿意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敞开怀抱接纳。只是与光汉不同，耳朵是太太的儿子，却不是曹老爷的。太太此举无疑是当面挑衅了曹老爷的尊严。此刻曹家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，二人本该相濡以沫，携手共度难关，可曹老爷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。与此同时，光汉正在牢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，没成想却等来狱卒送最后的行李。这是你夫人给你准备的衣服，李大人准你换上。听到是玉楠给自己准备的衣服，光汉连忙上前查看，里面除了几件干净的长衣外，还有一件染有血迹的白衬衣。光汉一眼就认出这件衬衣是两人婚后唯一一次结婚的证明，那时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而玉楠则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。两人奉父母之命成了婚之后，光汉一心想要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，以至于忽略了玉楠眼神里波光粼粼的爱意，对玉楠也是百般厌弃。可此刻他回想起玉楠的一颦一笑，只觉得倍感珍贵。在去往刑场的路上，光汉的脑海里满满当当的全是玉楠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才正视了自己一直逃避的爱情。遗憾的是，他这辈子对玉楠的亏欠终究还是没能补偿。随着3声炮响，刽子手手起刀落，光汉便就此结束了荒唐的一生。而此刻的曹家大院里，玉楠也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只是这个男孩的到来让曹家上下都出了一身冷汗。让曹家的列祖列宗都来听听吧，曹家出轨啦！我让他们听，蓝眼睛！曹老爷发疯似的喊着曹家闹鬼了，而他口中的鬼不是别人，正是玉楠刚刚出生的儿子。孩子刚出生时，曹家上下尽是喜悦恭贺之声。然而孩子一睁眼，所有人都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个孩子竟是天生的蓝眼睛。纵使在那个只能靠滴血认亲的年代，众人也深知这个孩子绝不是曹家的血脉。管家见状，连忙来到曹老爷跟前，商量着如何才能将这件丑事压下去。我已经把消息锁死在左脚院了。锁死了吗？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阿炳啊，你糊涂蛋呐你！消息锁死，锁得死吗？这种消息一落地儿，扎上翅膀就飞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更何况还是这种蓝眼睛的稀罕事儿。在它发生的那一刻，怕是已经传遍了10里8乡。曹老爷羞愧的同时，也感到了剜心之痛。他的儿子光汉刚刚被处刑，本以为玉楠会给他留下唯一的血脉，没成想竟出了这种遭人唾弃的结果。光汉，
哎呀，你爹脸红了！曹老爷如同稚童一般痛哭跳脚。这个总能平淡面对一切动荡的曹家支柱，此刻却只能无助的大哭。他失去的不仅是心爱的儿子，也是心中唯一的安慰。不一会儿，天降暴雨，洋人卢卡斯却想出门去镇上的教堂。曹家如今人仰马翻，而作为孩子的父亲，他需要神的指引，告诉他如何自处。他是镇上唯一拥有蓝眼睛的人，也是整场闹剧的罪魁祸首。光满一早恭候在大门口，见到卢卡斯后便将人叫了回来。看着面前活蹦乱跳的蓝眼睛，又想到自己尸骨未寒的弟弟，光满的心中不由得燃起了一股怒火。思量片刻后，光满对卢卡斯说道：你们火柴公社一个伙计回来报信说，你们的剁梗机又出毛病，不转，你能不能受累去修理一下？可以。卢卡斯见光满气定神闲，便以为孩子的事儿已经接了过去，所以没有多想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然而光满却再次将人拦下，随后命人取来了卢卡斯的礼帽大衣，亲自为他穿戴整齐，又命一小厮为其撑伞，并特意嘱咐要好生送人上路。小厮自是领会了光满的用意，忙带人离开。临出门前，卢卡斯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一般，突然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后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。只是卢卡斯前脚刚走，后脚光满便来到他的房间，将所有家具通通砸烂。光满的报复简单粗暴，他要将卢卡斯的痕迹彻底从这个家里抹去。另一边，曹老爷平复情绪后，便将小厮耳朵叫到了身边。曹老爷嘱咐他，最近这段时间绝对不能去西角院，无论听到什么看见什么，都只当没听到没看到，更要把全府上下的人都管好。耳朵虽表面上答应，但转头就奔向了玉楠的院子。耳朵拦住了玉楠身边的小丫鬟，急切地询问着究竟为何封院。生母，这个我知道。男孩，这个我也知道。眼睛是蓝色。丫鬟的话让耳朵愣在了原地，他立马就明白了封院的原因，随后又想到光满颇具送行意味的举动，当即便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跑出去找人。然而当他推开卢卡斯的房门后，却只见满屋的家具已化作一滩废墟，明显是被人恶意破坏的。而整个曹家唯一有胆子做出这件事，就只有当家的大少爷光满。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侵入了耳朵的大脑，以至于让他惊慌失措地向外跑去。在火柴公社里看见什么了？火柴公社里什么都没有，二少奶奶生了个男孩，大家都挺高兴的。耳朵回想着刚刚在火柴公社看到了一切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做工的小厮则直接瘫软在地上，剁木头的机器还在冒着浓烟，洁白的木屑上一只断手血淋淋地搁着在上面，而机器里淋漓的鲜血让耳朵立马就明白了这里发生过什么。洋人高大雄壮的身躯如今就只剩下这只断臂了。强烈的恐惧下，耳朵痛苦不止，但在面对光满时还是强装着镇静，称自己什么都没看见。耳朵十分清楚是光满下的毒手，也知道装傻才是唯一能活命的办法。从玉楠生下有蓝眼睛孩子的那刻起，卢卡斯就注定要奔赴死亡。为了封锁消息，隐瞒家丑，曹家还是挂上了铺天盖地的红绸，伪装出喜得灵儿的喜悦。然而玉楠院子里却是一片死寂，甚至连孩子的哭声都听不到。光满每天照例来询问玉楠的情况。光汉媳妇还好吗？不怎么吃，这奶水也不行了，头2天还滴了几滴，这2天干脆封了口。那不是给他请了奶妈了吗？是，多亏了满仓媳妇奶水足，哗哗的跟缺了口子似的。小少爷饭量大，一晚上起来吃好几回。二少奶奶心重，也没怎么睡。玉楠十分清楚这个孩子的下场绝对是九死一生，所以便一刻不离地陪在孩子身边。家仆夺不走，光满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先维持着目前的平静，转头去解决另一边的难题。光汉死后，曹老爷和太太便一蹶不振，时不时的就要光满来描述光汉临死前的景象。光汉是侵犯，他们不敢碰。等我赶过去，光汉的头又找不着了。啊，你说？后来常太发现的，是压在身子下面了。那就这么埋了？哪能啊？
儿子找人都快收拾妥了。即便已经听了数十次，曹老爷和太太还是详细地询问着光汉下葬的细节。太太疯疯癫癫，曹老爷痛心疾首，老泪纵横。他告诉光满，光汉是有时被处决的，而玉楠的孩子也正是有时出生的，很有可能是这个孩子索了光汉的命。曹老爷嘱咐光满，此事不能让太太知道。谁知太太竟早就撞破了真相。玉楠生的不是光汉的孩子，眼珠子是蓝的。我去看的时候，眼睛刚好睁开，挺好看的。太太的话让曹老爷大吃一惊，心中也暗自决定，这个孩子留不得了。坐月子可不是在屋里待着的吗？这还没到时候呢。待会孩子，小姐，少奶奶，走，少奶奶，无量，少奶奶，你傻呀你！玉楠发疯似的寻找自己刚出生的孩子，他十分清楚，在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所有人都想把他们母子赶尽杀绝，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生下的孩子拥有一双蓝眼睛。这不仅让曹家成为了全镇的笑柄，也让玉楠背上了不忠之名。自生下孩子的那天起，玉楠便被监禁起来。为了孩子能够平安长大，玉楠本已放弃了反抗，可如今孩子生死未卜，他就不能坐视不理。家仆不告诉他孩子的去向，玉楠就只能自己出去寻找。可家丁乌泱泱地站满了院子，大有一副要把玉楠就地正法的势头。拦住他，不能让他走，闪开！拦住他，别让他走！玉楠也出自名门世家，从小就有良好的修养，但事关亲生骨肉，玉楠只能宛如泼妇一般与人撕扯打骂。几番推搡之下，玉楠终于闯出了院子，直奔向太太求助。面对这个家族罪人，太太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冷眼施暴，而是淡定地告诉他孩子被曹老爷抱走。一听这话，玉楠瞬间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曹老爷将曹家的脸面看得比命都重要，孩子到他手里，只怕已经遇害。玉楠连忙转身想要离开，却听见太太在身后喊道：光汉都死了，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吗？我生耳朵的当晚从床上爬起来，也是四处去找。你跟那洋人好了有一阵子了吧？我跟耳朵的爹就一次，我什么招都使了，就是打不下来。太太看着玉楠，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然而不同的是，太太性格软弱，一辈子都在逃避；玉楠则太过刚烈，她不认为孩子是罪孽，自然也就没有赎罪这一说。玉楠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思想教育，知道生命最是平等的，感情亦是不可控，没人可以擅自决定她跟孩子的生死。更何况如今她既没有丈夫，也没有爱人，她唯一的血缘至亲就只有这个孩子。太太看着玉楠，眼神中更是抑制不住的赞赏。玉楠做了她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儿。太太为了颜面，至今不敢与耳朵相认，而玉楠却是要跟自己的孩子一心同体，至死方休。明白了玉楠的决心后，太太也不再阻拦，只说从今往后，玉楠便与曹家无关，往后的日子是自由，也是无依无靠的生存困境。曹老爷终于盼到了家中香火延续，然而看着怀中的孩子，他的心中却是一片悲凉。我这辈子什么事儿都经过，什么人都见过，就是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？这个孩子出生于光汉被处死的那一刻，被认定是索命的厉鬼，也是曹家的灾星，而一双蓝眼睛更是昭告所有人，曹家中出了离经叛道的丑事儿。不多时，管家便急匆匆地来报称，越南正往院子里闯，要把孩子带走。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也是这桩丑事的罪魁祸首。曹老爷本就有很多话想要当面质问，便不再让家仆阻拦，将人放进来。然而刚刚还带着拼命架势的越南，在见到曹老爷后，却如同一个犯错的孩子一般，手足无措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你要是看完了，就把孩子给我吧，我会带他离开曹家，走得远远的。光汉走之前答应让孩子姓曹，您要是觉得不妥，您就把名跟姓都收回去吧。越南深知他们母子二人的生死就捏在曹老爷的手中，他已无牵无挂，可以坦然赴死。
可孩子是无辜的。玉楠想让孩子活下去，所以在曹老爷面前便不敢再造次，只能卑微祈求。曹老爷只是默默地看着怀中的孩子。关汉死前同意了这个孩子姓曹，那这也就意味着他想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血脉。如此一来，按照关汉的遗愿，就算曹老爷心中有天大的不满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承认这是曹家的后人。既然我儿子关汉答应了你，我不会改变我儿子的承诺。你走吧，走得远远的。这孩子既然姓曹，就应该留在曹家。在曹老爷看来，这孩子虽是玉楠私通的证据，但既然生养在曹家，那身体里就有曹家的水土，加上关汉的遗言，所以玉楠去留自便，但孩子必须留在曹家。眼看事情已经没有可以转圜的余地，玉楠只能悻悻离开。漫天的红绸隐藏了曹家的悲伤，琳琅鹤礼满满当当的摆在院子里，无一不喜悦，又无一不凄凉。为了把戏做足，大少爷关满还专门请了戏班，只让他们在院子里高声唱一天的戏，白天晚上都不能听，非得造出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才行。班主收了赏银，自是卖命。直到深夜，曹府里敲锣打鼓的声音仍旧铿锵有力，戏台上一出接一出的热闹戏文不断，可院子里却空空荡荡，根本无人观看。玉楠自从见过曹老爷后便水米不进，只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。他还没有离家，那就是还是尊贵的二少奶奶，下人们自然也不敢怠慢。谁在唱？家里今天给子春少爷办满月酒，大少爷请了一个黄梅戏班子。如今的玉楠已是三魂丢了七魄，索性破罐破摔，让人在院里支了桌子听起戏来。不一会儿，婉月也来到了院子里，轻声细语地安慰着玉楠。关满见状后却忍不住嘲讽道：郑玉楠，你要是聪明，现在就回到自己的屋里去。我问你，我的孩子呢？你问不着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关满的态度让玉楠暗道不妙，虽然曹老爷白天时曾答应了他会好好抚养孩子，但关满的举动还是让他产生了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隔天一早，管家便提着一个盖有红布的小篮子，悄悄地从后门出去，随后便交到了小厮耳朵的手里。在里边吗？在，耳朵啊，弄利落点，别让他受罪。曹家刚出生的小少爷要被秘密地处理掉，管家多次嘱咐，一定神不知鬼不觉，做得干干净净，别留下把柄。小厮看着篮子里的小少爷，心中也暗自有了打算。这是玉楠的儿子，因为天生的蓝眼睛暴露了他与洋人卢卡斯之间的私情，曹家容不下这个孽障，但小厮也不愿徒增杀孽，于是便瞒着所有人将孩子送到了镇上的教堂里，交给了同为洋人的马神父。我替曹家谢谢您了。虽四下无人，小厮还是诚心地跪在地上重重磕了3个响头，希望这东方的最高礼仪能感动西方的神明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堂。与此同时，在曹家大院里，大少爷关满气喘吁吁地回到房间，急切地打开架子上的罐子，拿出自己私藏的烟弹，狠狠地吃了一口，这才平复了全身的颤抖。最近这段日子，曹家上下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濒临崩溃。虽然曹老爷曾明令禁止家人吸烟，但关满却已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。谁知才刚得到一丝满足，婉月便闯了进来，开口便质问为何要杀死玉楠的孩子。他把关汉的命勾走了，让曹家蒙了羞，他是祸，祸不除，人就活不好。原来孩子出生时，恰逢曹家的二少爷关汉被处决，两边竟是连时辰都分毫未差。曹家所有人都认为是这个孩子索了关汉的命，更何况他还是玉楠私通的证明，于情于理，曹家都不能留下他。然而婉月却不以为然，他出身花窑，从来只认道理不讲阴阳。关汉被处死是因为犯了反朝廷的大罪，那是他咎由自取，而曹家百年基业更不会因为一个孩子坍塌。至于索命一说，其实就是众人为了泄私愤的借口。你弄死他的孩子，他是一定活不了的了。那是他的命，我管不了。你管得了？2条命都在你手里。婉月固执地认为关满就是一心想要赶尽杀绝，而事实上关满也的确是这样打算的，只是他没想到小厮会救下那个孽障。
在那个仍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年代里，家族的颜面兴衰远比人命重要的多。光满作为曹家未来的家主，必须事事都要以家族利益为先。婉月重重地跪在地上，不再为玉楠求情，只说自己是为那个可怜的孩子守灵。她哭着告诉光满，就算这次曹家赶尽杀绝，去除了所谓的邪气，但也是毁了阴质，自断命数。光满不以为意，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不久后曹家的日子真的会被婉月一语中的。家仆们抬着一口小棺材悄悄来到后院，偷着让玉楠看最后一眼。二少奶奶，我们要送子春少爷上路了，跟您说一声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这就走了。棺材上的经幡尚有一丝余温，可玉楠的心中已满是悲凉。这里面躺着他刚出生的孩子，可两人的母子缘分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天。玉楠难忍悲愤，直接掀翻了棺材。猝不及防的变故让家仆瞬间乱作一团，他们手忙脚乱地遮掩着，确保玉楠看不到棺材内的情况。来的时候用土轻点儿，别吓着他。玉楠被丧子之痛冲得头晕目眩，以至于根本没有发现棺材里压根儿就没有孩子的尸体，而是放着一个稻草人。他的孩子没有曹家的血脉，自然也不能入曹家的祖坟享受祭祀，而今天的这场葬礼也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让这个孩子的消失看起来合情合理。家仆匆忙离去后，玉楠又回到了火堆旁，看着仆妇将孩子之前用过的东西一件件地扔进火里焚烧干净。二少奶奶，这差不多了吧？子春害的是黄水病，这病饿着呢，沾上就死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玉楠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恨，明明昨天他的孩子还健健康康的活着，可一夜之间就被告知患上了重疾不治身亡，任谁看这件事都有蹊跷。玉楠心中也如明镜一般清楚，可他深知自己只能接受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，毕竟是他有错在先，于情于理曹家都容不下他们母子。如今孩子走了，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。一切事毕后，耳朵便提出想去探望玉楠。他暗恋玉楠许久，也知道曹家雷厉风行的手段，所以便更加担心玉楠会遭到迫害。二少爷已经走了，该办的该拿的已经拿掉了。二少奶奶一个人在屋里也怪可怜的，曹家打算怎么处置他呀？按照老规矩是要沉塘的。管家的话让耳朵瞬间出了一身冷汗。在当时，沉塘对一个女人来说不仅是奇耻大辱，更是九死一生的折磨酷刑。耳朵刚想开口求情，管家突然话锋一转，称若玉楠沉塘，那曹家的丑事无疑就要公之于众。大少爷光满是极其顾及家族颜面的人，所以才会用孩子命来结束这场风波。至于玉楠，则被秘密地送回娘家，从此断绝关系，不再往来。耳朵听后这才长舒一口气。虽说玉楠的娘家如今已是空无一人，但好歹保住了性命，于是转头便想往玉楠的院子去报喜，可还是被管家一把拦住。你傻呀，你现在去看的连院子你都进不去呀。那帘子不已经撤了吗？那月子房你也进不得。白酒已经办了，月子已干厕所了，我怎么就进不得呢？你傻呀耳朵，好不容易少一桩事，你就别再添一桩事了。管家膝下无子，便把耳朵当作亲儿子，自然事事都为他考虑周全。如今曹家上下都对玉楠唯恐避之不及，光满更是下了令，玉楠出府时谁也不准去送，就当曹家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耳朵站在原地愤愤不平，可最终也还是不得不选择服从。而与此同时，玉楠也并不在自己的院子，而是拿着一把斧头，拼命地想要砸开卢卡斯的房门。张玉楠，你就是不为曹家想想，也该为自己想想。出去终究还要做人，就是这辈子没指望了，还有下辈子呢。光满的怒吼并没有唤回玉楠的理智，他站在一地的废墟中，心情却异常平静。在这间屋子里，他曾跟一个名叫卢卡斯的洋人纠缠得天昏地暗，而两人的私情曝光后，卢卡斯也被曹家处理得连骨头都不剩，就连两人无辜的孩子都被强行病逝。玉楠也曾试图讨回公道，可曹家办事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任何把柄，唯一没来得及处理的就是这堆看不出原主人的废墟。
玉楠仔细地看着卢卡斯曾使用过的物件，脑海中不禁回想起火柴公社刚刚成立时的光景。那时她的丈夫光汉和卢卡斯还是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相信坚定的友谊可以博到光明的未来。可一切的美好都碎在了她嫁进曹府的那一天。光汉依恋母亲冷落玉楠，玉楠不甘寂寞招惹上了卢卡斯，在这段纠缠扭曲的感情中，最终只有玉楠一人活了下来。此时玉楠才意识到，那日喧天的锣鼓并不是喜悦的庆贺，而是惨剧的嘶吼。玉楠默默地回想着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心中渐渐涌上了一丝悲凉。别把事做绝了，弄得两世没得回还。光满百般嘲讽，却始终没有让玉楠有任何动容。光满见状，也不再多费口舌，转而命管家准备好软轿，将玉楠送回娘家。管家听后只是深深叹气，这趟实则是有去无返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此前玉楠的哥哥因反朝廷被处死，娘家如今就只剩一座破败的宅院，家中一无钱财，二无家丁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根本无法生存。然而玉楠却欢天喜地地走出了大门，她没了家人，没了丈夫，没了孩子，没了爱人，成为了真正的孤魂野鬼。但这份自由却是她渴望已久的福音。玉楠回去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宛如她嫁进曹府的那天一样，只是这次四周都是静悄悄的，根本无人知晓。一行人刚刚出了镇子，曹家便放出消息称，二少奶奶玉楠在回娘家时失足掉进了河里，人已经被冲走，不知去向。可实际上玉楠好好的回到了娘家，只是没过几天，她便一头扎进了儿时常常玩乐的荷花缸中，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出来。这一年玉楠也不过刚刚22岁，在经历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和痛彻心扉后，他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轰轰烈烈的22岁。曹家最近办了不少丧事，甚至二房直接绝了后，为了改变家中的风水，光满建议曹老爷再娶一房进门。家里这阵儿没少出事儿，风水不太对呀，你想没想过再添一房？儿子催老子娶亲，这在古往今来还是头一遭，曹老爷不禁为之一愣。且不说他现在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单就正房太太这一关就难以交代。然而光满却说，太太这些年身居佛堂不理家事，对曹老爷更是不闻不问，已是为其不忠。加上这偌大的曹府内宅竟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，实在是不好看。虽说这金小珍最初给咱们曹家带来过好运，可她后来都做了什么呀？这么多年了，您不憋屈都啊？你哪一点对不住她了？让您一个人10几年守着这张空床。光满的话让曹老爷心中荡起了一丝涟漪，回想着这些年自己独守的空房，心中也忍不住涌起一丝酸楚。当年太太与家里的长工犯错，为了赎罪，太太从此一头扎进了佛堂，再也没有伺候过曹老爷。加上最近曹家丧事不断，也急需办件喜事散散晦气，于是便含糊着答应下来，都交给光满去操办。曹老爷刚一来到后院，便看见耳朵带着丫鬟武玲怔怔地处在自己面前。此前武玲是玉楠的贴身丫鬟，玉楠死枪后，武玲便无家可归，只能被耳朵再次领回曹家。耳朵希望曹老爷可以收留她，谁知武玲却率先开口说道：老爷，您不用做难，我没想回来，是耳朵哥硬让我回来的。你想死啊你？我不想死，可我不怕死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出去怎么都能活。武玲虽只是一名小小的丫鬟，但在看过玉楠不公和凄惨的下场后，便对曹家的冷血无情嗤之以鼻。他本打算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，但因对耳朵心生爱慕，还是硬着头皮跟了回来。曹老爷看着武玲决绝的表情，心中暗自生出一丝欣赏，于是便走近问道：从现在起，我把你当成曹家人，你要是愿意，就来伺候我吧。如此一来，武玲就算是得到了曹老爷的庇护，曹府也算是进了新人。只是这微妙的改变并没有阻止曹家衰败的脚步。曹老爷的房中已经毫无生气，所以这厄运便转移到了大少爷关满的身上。他的正妻梅心预感到了曹家的衰败，便以探病为由回到娘家，并跟父亲打算着就此离开曹家，不再回去。为改家中风水，关满提出让曹老爷再娶一房，而曹老爷心中也早已有了心仪的人选。我看武玲就不错。
您说什么呢？武陵啊，你没听清楚？那我就再说一遍，我曹如气非武陵不纳。曹老爷看上的竟是丫鬟武陵，这让光满只觉得如遭雷劈。他在众多世家大族里好不容易挑出了一位才貌俱佳的大家闺秀，可曹老爷却突然变卦，非要娶一个身份低微的丫鬟。杜家的亲事说妥了，老爷，你要纳妾呀？是纳小。杜家那位千金不但相貌出众，而且人品。家里有个现成的，你说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？曹老爷的心思让光满摸不着头脑。且不说武陵只是一个不入眼的丫鬟，但就他身份上的忌讳，也不能入主曹家大院。原来这个武陵曾是二少奶奶玉楠的陪嫁丫鬟。二少爷光汉去世后，玉楠跟他人有私，还生下了孩子，曹家只能将其遣送回娘家。谁知玉楠一时想不开，竟选择自戕。如此一来，二少爷这一房里唯一还活着的就只有武陵。如此不祥之人，曹家上下都唯恐避之不及。可曹老爷却偏偏要娶她做偏房，这让光满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武陵，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武陵举棋不定的反应，倒是让光满暂时松了一口气。毕竟没有哪个黄花闺女愿意把自己的终身许给一个老叟。可是武陵也并没有回绝，而是找到小厮耳朵商量。耳朵听后只觉得气血上涌，怒不可遏。你这叫什么？这叫作践人！耳朵哥，他没有作践他作践我了，可我不是你的人。曾经武陵也一心一意地喜欢过耳朵，但奈何那时的耳朵眼里心里只有玉楠，所以并没有把这份心意当回事儿。现如今玉楠已是天人永隔，耳朵转头想跟武陵重修旧好，却又被曹老爷横插一脚。而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，武陵竟有想要嫁给曹老爷的势头。玉楠死后，武陵在这个世界上就再无依靠。她本不是曹家的丫鬟，即便留在曹家，日后也要看别人的眼色生活。而曹老爷能不顾偏见将她收留，甚至还是能成为一房之主，于情于理，武陵都无法拒绝。眼看对方心意已决，耳朵也不再劝说，只是将人推出了房间。武陵看着头上即将被房顶吞噬的天空，心情却无比舒畅。他终于找到了此生尘埃落定的地方，而耳朵则心中愤懑。于是入夜后，他便来到后山的寺庙寻找太太。自从光汉去世后，太太也了却了尘缘，移居寺庙，准备青灯古佛，了却此生。看到耳朵前来，太太也不由得一惊。我今天来见您一面，听您说说话，听完我就走了，不再想回曹家了。耳朵原本是二房的下人，可如今光汉死了，玉楠也死了，就连武陵都要成为姨太太了，二房彻底没了人，耳朵也没了归宿，所以他对曹家已无留恋，只想去外面打拼。临行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只有太太，所以特意前来道别。太太听后心中也荡起一丝波澜，转头却发现耳朵早已是泪流满面，痛哭不止。耳朵老想把太太当成自己的娘，那为什么不叫我娘？耳朵早就得知了自己真正的身世，只是他不明白为何太太始终不肯与他相认。两人虽明面上是主仆，但耳朵早已在心中把太太当成了亲娘。而太太在看破氏族纷争后，也彻底将所谓的颜面放下，当下就与耳朵相认。太太告诉耳朵，自己的梳妆台下面有一个金丝楠木的箱子，那是他的命根子，希望耳朵能帮他带到寺里。耳朵听后自是照办。自打武陵同意嫁给曹老爷后，曹老爷便一刻都等不了，甚至要把太太的正房收拾出来，让两人明天就能成亲。你听我说，今天晚上收拾完了我就踏实，明天我就纳你进房。武陵自小就是丫鬟，习惯了低三下四，尽管几天后自己也要成为主子，但此时还是满身抗拒。进到主屋后，曹老爷便招呼着武陵坐到大床上。我不敢，这是太太的大床，我让你坐你就坐。身份的尊卑深深地刻在武陵的骨子里，即便知道太太已不再归家，武陵还是不敢轻易逾矩。最终在曹老爷的多次催促下，武陵才战战兢兢地坐到了床边上。殊不知此时耳朵也藏在床底，看见武陵的绣鞋后，耳朵有心想要报复，于是便偷偷地拉住了武陵的脚腕。这时的武陵毛骨悚然，当即起身，再也不敢接近大床。曹老爷见状也不再强求，而是叫武陵先回房，自己要再留下待一会儿。
见人慌张地离开后，曹老爷这才微微一笑，大声喊道：出来吧，你可越来越能干了啊！听闯，好像弄错地儿，时候也不对，明儿个才行那房里呢。原来曹老爷一进门的时候就发现了耳朵藏在床底，他本以为耳朵是来偷听的，谁知却看见他怀中抱着一个木箱。耳朵称太太让他来取一件东西，随后便将木箱打开，然而里面只有一只普通的银项圈，可曹老爷一眼就认出此物事关重大，这可是太太的命根子呀。耳朵并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见曹老爷的脸色，已意识到这里面的东西怕是非同小可，于是连忙辩解道：想看来着，可我答应过娘，娘没让我看。你答应过谁？听到耳朵将太太称作娘，曹老爷彻底慌了神，又想到这个银项圈正是耳朵小时候戴过的，如今太太特意让他取走，这是要跟耳朵相认了，而这也就意味着曹老爷隐瞒一辈子的丑事要被公之于众了。瞬间曹老爷的周身燃起了熊熊怒火，随后不管不顾地冲着耳朵怒吼起来：老爷就是绿毛大乌龟，大乌龟绿毛的，知道吧？曹老爷告诉耳朵，太太虽是他的亲娘，可自己却并不是他的亲爹，他是太太与长工犯错后生下的孽种，他的这条命也终究比不过曹家的荣辱。耳朵原本就想离开曹家，如今又得知自己的身世竟如此坎坷，便更加坚定了要离开的想法，于是当场便跟曹老爷辞行。然而曹老爷见状后却突然收了疯癫，哭着问耳朵愿不愿意做自己的儿子，从此姓曹，成为曹家名正言顺的三少爷。耳朵自小就对父母亲情十分渴望，现如今梦想就摆在眼前，所以犹豫再三后，耳朵还是答应了下来，并且搬进了光汉曾住过的院子，成为了曹家堂堂正正的三少爷。耳朵知道这一留，怕是今生都再无自由的可能。三秋被休后仍旧在曹家周围游荡，光满得知此事，又把人接回了家，而婉月见后却恨不得跟其同归于尽。爷即使纳了我，我这辈子就是爷的人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该死在曹家。看着女人一往情深的样子，婉月却感受到了刺骨锥心之痛。在两人还同是光满的姨太太时，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此前三秋为了报复光满的始乱终弃，便毒哑了他唯一的儿子，这让作为生母的婉月几近疯癫。事发后，三秋理应被休妾赶出家门，只是他虽离开了，可年幼的女儿却还留在曹家。为了缓解对女儿的思念，三秋隔三差五的便会来到曹家的后门，让管家把孩子抱出来看一眼。这虽不是什么大事，但长此以往也不是个正经办法。于是管家便把此事告知了光满。我瞒着您呐，把紫兰小姐带出府，让他们见了见。她话里话外啊，就是想回来。那就让她回来吧。光满做这个决定也是形势所迫。这段时间曹家迅速败落，家中亲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大少奶奶更是明哲保身，率先弃他而去。所有人都想着离开曹家，可唯独三秋一门心思的想回来，这让光满不禁大为感动，也决定要亲自到后门去迎接三秋。三秋见到光满前来，以为自己偷偷看女儿的事暴露，连忙一言不发的匆匆逃离。我是来接你的，回家。回家？爷，我不是想……光满打断了三秋的辩解，他缓缓地伸出手，将人带回了曹府。谁知两人刚一进门，便撞见了正在陪儿子玩的婉月。俗话说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婉月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有生之年还会再见到三秋。而在看到光满也在身侧陪伴后，婉月彻底崩溃，当即便把自己和孩子一同锁在屋内，高喊着也要离开曹家。一边是回心转意的旧爱，一边是共育一子的新欢，光满谁都不能放弃，只能不停地安慰着婉月。可无论他说什么，婉月就是不肯松口，因为三秋的私愤，他的孩子这辈子都无法再开口说话，如此大仇怎能说放就放？三秋自知罪孽深重，可他也有孩子，母子分离之苦也让他悔不当初，所以便自请挪到后院的柴房居住，这样两人碰面的几率就会小很多。谁知当天深夜，婉月还是找上了门。你回来，你女儿叫你一声娘，你都能听得见，可我呢？我儿子在屋子里哭，可我什么都听不见。
面对婉月的斥责，三秋照单全收。他深知孩子最是无辜，而自己这一生都无法洗清罪孽，再出现在曹家更是厚颜无耻。可他的女儿也需要母亲，他不能抛下自己的孩子不管。一边是亏欠赎罪，一边是母女亲情。就在三秋进退两难之时，婉月却突然一改之前偏激的态度，转而冷静地让三秋留下来。我们都是曹家的人，你都看见了，现在是曹家最难的时候。一到晚上，黑灯的屋子比亮着灯的多。既然回来了，只当是添人气。婉月虽没有学识，但却是个识大体之体面的人。就算他心中对三秋有10000个厌弃，可为了曹家的脸面，他只能硬生生地咽下这口恶气。她是生长在封建礼教下的女人，所以个人的喜恶永远不会是她做出决定的倚仗。在婉月看来，有曹家才有她，她的命早就跟这所深宅大院锁在了一起。耳朵认祖归宗的消息传遍了曹家大院，这让光满感到十分意外。往后你就是家里的人了，你要是还愿意叫我大少爷，我答应；或者你没准想叫我曹光满，我也答应。老爷让我姓曹了。光满没想到曹老爷隐瞒了大半辈子的丑事就这样轻易地揭开了。可随即一想，最近家中人烟凋零，急需进新人添香火，所以能把耳朵认回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光满告诉耳朵，既已成为了曹家人，那就要学着管理家事。说罢便准备把几间铺子分给耳朵管理。往后咱们可要一条心啊！你先到米店去看看。我不想去米店，我想要火柴公社。当初二少爷光汉创立了火柴公社，虽然没什么大成就，但却把二房所有人的命都搭了进去，曹家上下都将其视为极大的晦气。如今听到耳朵只要这一份，光满的心中不禁暗自嘲讽，心想这又是一个冤孽，将来曹家的天还是要靠他撑着。耳朵不理会，只带着一众家仆去了自己的院子，热热闹闹的搬家收拾。以往耳朵都会亲自下手帮忙，可这一次他却直站在廊上发号施令。相熟的家丁见状后忍不住打趣道：你今儿说话的口气可不一样啊。是吗？是啊，瞧你那样，好像这院子是你的似的。你倒是挺机灵的一人啊。行了，从明天起你就待这儿吧，这是我的院子。为了给曹老爷留一丝体面，家仆们对外仍称耳朵为曹家的管事儿。就在众人忙乱之时，老管家却突然来辞行。耳朵不解，为何好端端的管家就要告老回乡？可管家却只是一脸的苦笑，并不解释。俗话说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是曹老爷指定的管家。如今曹老爷逐渐理不了事儿，而光满则渐渐有了家主的势头，自然也要提拔自己的心腹。他这个前朝老臣自该主动让位。曹家呀，院子大，你身子骨小，当心着点啊！管家膝下无子，将耳朵视为亲子教育抚养，今日一别，怕是此生再难相见，于是忍不住好一番叮嘱，随后又努力挺直了腰板，高声呵斥着院子里的家仆，让他们好生照顾，不得出半点差池。管家谢绝了所有人相送，独自消失在长廊的尽头。耳朵转身不忍离别，他深知此一别就是永别。别动。好，那就不动，看你能一直顶到天亮。顶到天亮就天亮。曹家还处于热笑，但曹老爷却不管不顾地娶了身边的小丫鬟。大婚当天，武陵被女眷们簇拥着装扮，曹家也久违地传出了欢声笑语。武陵本就是豆蔻年华，如今在大红起伏的映衬下，更显娇艳欲滴。过了一晚，他便是曹家的一位主子，再也没有人能对他吆五喝六。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好日子，武陵喜不胜收，恍惚间却好像看见了已故的玉楠，正坐在角落里。真好看。玉楠也穿着当年出嫁时大红喜服，虽嘴上说着祝贺，可眼神中却没有任何喜色。此时武陵才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与玉楠相同的路上，他今后也要在这不见天日的深宅中虚度一生。而两人不同的是，玉楠渴望爱情支撑他活下去，可武陵不需要，他唯一想从曹老爷那里得到的仅仅是一份安定和庇护而已。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曹老爷竟是真心想娶她。您那想为何那武陵啊？曹老爷并没有回应武陵，反而自顾自地数算起家中人。
他告诉武陵，曹家的男人们命都不好。光汉有玉楠的一往情深，但玉楠却跟洋人生了孩子。光满娶了4个女人，却只有1个儿子。自己等了太太10多年，最后却是对方出家的结果。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德非所愿，可明明他这一辈子都只求个圆满的结果，反而到头来却事与愿违。既然老天注定让他命运多舛，那不如最后的这桩婚事大家就都别如愿。曹老爷知道武陵早已跟耳朵有了私情，而耳朵又是太太的心头肉，为了报复太太，曹老爷便要让耳朵如鲠在喉，而武陵则因为玉楠的死怨恨曹家，所以曹老爷便让他成了曹家人，让其永远生活在矛盾的煎熬中。这桩婚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，没人能毫发无伤地走出这片火海。而这场婚事过后，曹家也迎来了最终的结局。耳朵守着大宅，终生没有离开。光满的儿子还是没能开口说话，成年后也离开曹家不知去向。没过几年，马神父因病离世，至死他都没有透露玉楠孩子的行踪。道士最率性的光庭参加了革命军，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曹家。火柴公社重新开张那天，耳朵提议要合影留念。快门定格的那一刻，耳朵似乎看到了那些逝去的人全都回来了。那是曹家最热闹的一天，也是曹家从未有过的一天。